初中的时候，我是整个班上最受欺负的男生。上课回答问题，坐下的瞬间，凳子一定会被后面的同学拉开，然后我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班上的同学哈哈大笑，就连老师也忍俊不禁。有时候凳子没有被拉开，我松了一口气坐下，却又仓皇的跳起，屁股上已经扎了几个尖锐的图钉。紧接着又是哄堂的大笑。晚自习上，班上的同学都在说话聊天，纪律委员却悄无声息地走到我身后，用卷起的课本狠狠在我脑袋上来了一下，再骂上一句：“傻逼，别捣乱了行吗？”在一片哄堂的大笑中，我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下了课，我鼓起勇气提起凳子砸向纪律委员，却遭到全班男生一哄而上的殴打。班费买的足球，他们从不让我碰一下。体育课上，我兴冲冲地跑到大操场，一个胖子却告知：“这样吧，如果有一个同学同意，我们就带着你一起玩，怎么样？”我看向他身后的同学们，一张张冷漠的脸带着嘲弄。我独自黯然走开。后来这个足球坏了，班长却找到我。同学们说你踢球最狠，所以你得照价赔偿。类似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。在初中3年的时间里，我就像是待在地狱中一样。现在回头想想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自己本身当然也有许多做错的地方。他们越是欺负我，我越是想融入他们之中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赔尽笑脸的和每一个人来往。但换来的是他们更多的嘲弄、欺辱、白眼、排挤。每个班上都有一个最受欺负的人。很不幸的，我充当了这个角色。而这一切的源头，不过是因为我的同桌，一个富二代的胖子。对，就是在大操场上带头阻止我踢球的那个家伙。说起来也怪我，不通人情世故，被教育洗了脑。老师说什么就做什么，告诉老师没用，他会反问我：为什么大家欺负你不欺负别人呢？多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吧。在初中的时候，我就尝尽了人情冷暖。上学一个人走，放学一个人走，体育课一个人在角落，做活动没人和我一组，喜欢的女生只能远远看着，因为她都不肯接近我哪怕半步。那时候的我甚至想过自杀。校园是残酷的，比社会还要残酷。这是一群有破坏力却无容忍度的少年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率性而为，根本不会考虑会造成什么后果。现在的我铁血无情，暴力阴暗，和那个时候的经历脱离不了关系。日复一日，我最希望的莫过于早点毕业，考上高中。我们本地是个小镇，只有小学和初中。想上高中的话，必须要去市里。我想到市里念高中以后，同学们都是来自周边县镇的，就可以摆脱现在痛苦的局面了。我刻苦学习，努力学习，极力不和身边任何的人打交道。他们的玩笑、戏弄、欺辱，我通通咽进肚里。我的成绩越来越好，中考的时候最终以全校第5的名次考进了市里的第1重点城南高中。拿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有些波折，学校给我打了电话，通知我到教导处去拿。我到了那里却怎么也找不到，连老师都觉得奇怪。刚才还在这里的，到哪里去了？哦对了，刚才你们班有几个同学也来拿通知书，是不是一并帮你拿去了？你问问吧。我一听就浑身发凉。我们班的同学绝不会好心帮我取通知书，如果真是他们拿了，只能证明他们想把这通知书烧掉或者撕掉。我像疯了一样推门而出，奔跑着在回去的路上寻找他们的踪迹。我们镇实在不大，我很快就在小广场发现了他们的踪迹，大概有4、5个人，其中正有我的同桌，那个肥肥的官二代，他的手中正摆弄着一个信封，隐约可见城南高中的字样。我冲过去大吼：邹阳，把通知书还给我！一个箭步过去就要夺我的通知书。邹阳一闪，这个胖子还挺灵活，当即把通知书高高举起，笑道：你来抢啊，抢得到算你本事。邹阳不仅胖，而且高，在我们班打篮球也是一把好手，而我又瘦又矮，根本抢不到他手中的东西，跳来跳去不过像是个跳梁小丑罢了，又引得其他人哈哈大笑起来。邹阳，求你了，还给我！我快哭了，那张通知书是我摆脱地狱的唯一希望。哈哈，王浩要哭了。邹阳得意地将通知书抛来抛去，那薄薄的一张信封在空中轻轻跳跃。邹阳，还给我！我低声哀求，浑身颤抖。跪下！邹阳突然说道。跪下我就还给你。然后他一屈身，将通知书塞进下水道的窟窿中，露出狰狞的笑容。否则我就把手松开了。他的2根指头捏着通知书，只要一松开，通知书就会跌进去。不要！我抖得更加厉害了，泪水终于决堤而出。那个时候的我以为通知书丢了，我就没有上高中的希望了。跪下！邹阳的声音越发冷了起来，其他同学一声不吭，表情麻木地看着我。来来往往的路人只以为是小孩子在玩耍，并没有理会这边的情况。有谁能知道我此时心中的痛苦？我要离开这里，一定要离开！我在心中默默地这样说着，然后双腿慢慢地跪了下来，心中的痛自然不言而喻。这个仇一定要报，一定会报！我的双拳握成拳头。上了高中，我会有一帮生死之交的兄弟，总有一天我要让邹阳跪在我的面前。我在心中发下这样的毒誓，泪水一颗一颗滚落在干净的地面上。哈哈哈哈哈！邹阳大笑了起来，突然脸上的表情一僵，将手指从下水道掏了出来。通知书呢？通知书不小心掉下去了。他的脸上有着一丝慌乱，显然小小年纪的他也无法承受这个后果。
我惊愕地看着他的手，那上面却是空空如也，通知书已经不知去向。我的脑袋像是被雷劈中一样，从头到脚都是木木的，一点反应也没有了，甚至忘了自己还在跪着。逗你玩的。邹阳不知从哪里变出了通知书，嬉笑着走到我面前，用通知书拍打着我的脸。大伙竟然能考上城南高中，倒是让我刮目相看了呢。1下、2下、3下，我默默地忍着，这样挨打也不是头一次了，而且用通知书打脸似乎也不怎么疼。最后，邹阳打烦了，把通知书放在我的头顶，带着那几个同学大笑着远去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从头顶拿下通知书，上面写着我的大名，让我心中一阵欣慰。我慢慢站起来，双腿已经发麻，脸上还有未干的泪痕。我能离开这里了。我举目四望，这个小镇的一切都是我的噩梦。城南高中，我要来了。整个暑假我都没有出去，我怕在大街上再碰见邹阳和以前的同学，平白无故再遭到一番侮辱。父母还责怪我不肯多出去跑跑，窝在家里跟发了霉一样。他们哪里知道我的痛苦？不过我考上城南高中，他们还是很开心的。平时在家待烦了，最多在家门口转悠转悠，绝对不会跑得太远。有时候会碰上邻居雨成飞，他比我大1岁，也在市里念书，不过他学习很差，只能在和城南高中一墙之隔的城南职业技术学院就读。2所学校比邻而居，地位却是天差地别。由于雨成飞早去市里1年，我便向他打听那边的情况，提前熟悉熟悉，免得到时候抓瞎。有一次聊完，雨成飞不经意地说道：“王浩，在城南高中出了什么事？记得去找我。”谢谢宇哥。不过心里并没当回事，这样的情况碰得多了。我在班上出了名的挨欺，还有学校的大佬提出要收我做小弟，当时我很开心，以为找到靠山了。结果大佬下一句就是明天带50块钱来。我是无语凝噎，摇头叹气。所以这种提出主动要照我的，我也带着一些戒心。况且城南高中可是出了名的重点高中，能出什么事？大家好好学习都来不及呢。殊不知我的噩梦才刚刚降临，我的人生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家待了1个多月，终于到了开学的日子。这是我第一次到外地上学，当天早晨就大包小包的赶到了北园市。城南高中当然就在北园市的南边，倒了2趟公交车才赶到。在宿舍收拾好一切，又到班级报到，来到新学校，见到新同学，自然激动不已。我开心的和大家聊着天，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这种同学间融洽的关系。想到初中时和同学们的恶劣关系，让我倍感珍惜现在的一切。班上一个女生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娃娃脸，柔声细语，皮肤白皙，令我心跳加快。同学你好，我叫王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夏雪。女生温柔的笑着，使得她看上去更加美丽。在以前的初中，我哪有资格面对这种笑容？我的心情也更加愉快。城南高中就是好，大家都是来自各地的优秀学生，肯定不会有邹阳那样的恶劣人物的。各位新生请注意，各位新生请注意，大家自提板凳去操场开新生大会。我来帮你搬凳子吧。你人真好，谢谢你。校园里，我提着2个凳子走在夏雪的身边，我开心的仿佛像是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，来到坐在夏雪的旁边，闻着她身上传来的幽香味道，更是让我如痴如醉。校长好不容易讲完话，大家一哄而散，我又和夏雪相跟着回到教室。班主任很快就来了，是个30多岁的翩翩青年，使得班上好多女生犯了花痴。我叫葛晨。班主任在黑板上写下了他的名字。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。班主任和大家开心的聊着天，帅气的老师，融洽的同学，这些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校园生活。由于座位还没有安排，大家都是乱坐的。我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自然坐到了夏雪的旁边。班主任正准备排座位，突然接了个电话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一会儿还有个新生报到，大家等他来了再安排座位吧。报到第1天就迟到，不知道这个学生什么来头。这个新来的学生肯定是走后门进来的。我点头表示同意，对这种学生也是表示出鄙夷之心。教室的门被敲响，班主任走过去拉开门，领着那个迟到的新生走上讲台。我的呼吸在这一刻停止，双拳又忍不住握成一团。那个高高胖胖的男生就像是挥之不去的噩梦，就站在距离我不远的讲台上。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。大家好，我叫邹阳。邹阳的声音响了起来。我学习成绩不怎么样，是靠着篮球的特长进入城南高中的。以后有什么学习上的问题，还希望大家多多指教。邹阳露出阳光的笑容，不可否认，他有着强大的气场，自小优越的家庭环境，使得他天生就有一股领导的架子。大家纷纷欢呼起来，显然对这位新同学特别欢迎，目光挨个扫过班上的同学，唯独扫过我的时候，有着一丝毒辣和阴狠。邹阳同学以后就是大家的班长了。班主任在讲台上开心地说着，而四周的同学也热情地欢呼着。我知道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我闭上眼睛，这个世界一片黑暗。在此之前，我对城南高中充满幻想和期待，这里是我梦的开始，梦的起点。我和任何人相处融洽，
甚至能和喜欢的女生坐在一起。可是邹阳的到来，将这一切全部都打破了。以邹阳的手段，在城南高中一样可以把我玩得死死的。这个家伙凭什么进来城南高中？什么篮球的特长，分明就是塞了钱走了后门。我的愤怒毫无作用，眼睁睁看着邹阳从进来教室到当上班长，不过用了1分多钟的时间，获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，也不过用了1分多钟的时间。这个家伙很强，可他偏偏就是我的敌人，我觉得有些无法呼吸了。现在还毫无知觉的同学们，从明天开始就会在邹阳的带领下排挤我、欺辱我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我摇摇头，我能说什么呢？我敢说什么呢？好了，大家安静一下，现在开始安排座位。夏雪坐在了班级的正中间，立刻有一群狼围在了她的四周。轮到我的时候，只有后2排的座位可选了。我看了看，坐在了一个4眼的旁边。无论怎样，都不要坐在邹阳的旁边就好。邹阳坐在了最后1排，和我是对角。我用余光瞟着他，而他根本没有看我，而是和周围的人聊着天，脸上不时露出开心的笑容，看样子已经和他们打成一片。我看看旁边的4眼，虽然和夏雪坐在一起的愿望落了空，但和新同桌搞好关系还是很有必要的。你好，我叫王浩。哦，我叫刘子红。我松了口气，这样的同桌应该不会跟着邹阳一起欺负我的吧？咱们以后就是朋友了，一起学习，一起吃饭，如何？好啊。刘子红看上去很开心，显然也是很缺少朋友的样子。班主任在讲台上说了一些注意事项，校规校纪等，便让大家自由活动。下午在正式上课，他离开后，班上猛然炸开了锅，大家都在和周围的同学聊天，大家都静一静。邹阳的声音突然响起，他是新任的班长，同学们自然要给他面子，也纷纷安静下来。大家能聚在一个班就是缘分，我提议中午一起去吃个饭怎样？好啊，没问题。有没有人要喝酒的？前排响起一个声音，是一个染着黄发的少年，身上散发着痞气，显然不是个善茬。刚才听夏雪提起，他似乎是北原市本地的学生，也是凭着关系才进来重点班的。刚才听班主任叫过他的名字，李杰。李杰四周围着几个流里流气的男生，纷纷喊道喝酒。看来明显是李杰的跟班小了。小小年纪喝什么酒？刘子红脸上露出惊愕的表情。是啊是啊，我附和着他，无法想象才16岁喝什么酒。一起去吃饭，费用怎么算啊？另一个角落里响起声音，开学第1天班费还没收呢。大家也纷纷响应，是啊，没钱吃什么饭？我的生活费可不够去大吃大喝的。没事，我请客。邹阳拍拍胸脯，班上有40多个人，他竟然要请所有人吃饭，还真是个有钱的富二代啊！一般人可真没有这个魄力。班上轰的一下炸开了锅，有人惊愕，有人惊喜，有人欢呼。好啊，班长请客吃饭。班长，你家是做什么的？好有钱啊！班长只管饭吗？管不管酒？管，都管。邹阳爽朗的笑着，我明显感觉到班上的同学看邹阳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有几个女生甚至带着崇拜的目光看向他，而我始终没有抬头看邹阳一眼。我怕那家伙只要和我对上眼，就开始当着全班的面讥讽我，所以自始至终我都是低着头。而刘子红也是个沉默寡言的家伙，从头到尾一声不吭。摊上这样的同桌对我来说不知是福是祸。好，那大家就这么说定了。邹阳的父母都是当官的，显然继承了他们优秀的血统，收买人心、笼络人心都是一流的手段。班上又欢呼起来，开学的第1天就能吃到免费的大餐，有谁能不开心？大家都去啊！邹阳开心地说着，突然话锋一转，当然除了他。班上立刻安静下来，而我的头皮开始发麻。终于还是来了，我甚至不用抬头，都知道邹阳在指着我，而大家的目光也一定聚在我的身上。我没有勇气去确认，我低着头，度日如年。班上十分安静，我的呼吸越来越浓重。我虽然低着头，却能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刘子红的表情。这个木讷的4眼也在惊愕地望着我。没有人明白为什么开学第1天，班长会这样排挤一个普普通通的同学。这样的日子终于又要开始了吗？他不配跟我们一起吃饭。邹阳冷笑着，在开学第1天，他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，我的脸发烫无比，好想钻到地缝里去。如果这是在初中的教室，我可能还会好受一些，因为这样的待遇每天都能尝到。可是现在，新的高中，新的教室，新的同学，旁边还有我喜欢的女生，邹阳就当着他们的面让我如此难堪，要冲过去打他吗？我握紧了拳头，我知道自己打不过他，个子和体重放在那里，2个我加起来也打不过他。班上逐渐窃窃私语起来，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回过头看着他，邹阳确实正指着我，而且露出脸上的冷笑。看我干什么？大家别怪我不给他好脸，我和这家伙都是东关镇的，我最清楚他是个什么东西。
有关他的故事，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再慢慢讲给大家听好了。要怎么办？我在心里问着自己，我恨自己的笨嘴笨舌，我恨自己的胆小怯懦。走吧，去吃饭。邹阳率先往教室门口走去，大家纷纷站起，都不约而同的往教室外走去。我的同桌刘子红看了我一眼，张了张嘴，什么话也没说出来，也跟着走了出去。还是没有爆发出来啊！刚才那一刻，真想朝着邹阳的脸狠狠地打一拳。其实这个念头已经在我脑海里滋生过许许多次了，但没有一次胆敢真的行动。我又低下了头，慢慢的，刚才还嘈杂的教室彻底安静下来。我虽然没有抬头，却也知道肯定没人了。我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哎，算了，3年都适应过来了，无非再适应3年罢了。我低着头，突然看到了一双白色的板鞋，一抬头，正是夏雪。夏雪没有跟着邹阳去吃饭，我的心中一阵激动。邹阳那么说你，你怎么不回嘴呢？我张了张嘴，什么话也没说出来。在初中的时候，我不是没有回过嘴，但是回嘴的下场就是招来更深的嘲讽，或者被他凌空一脚踹飞。你说话啊！我不敢。我鼓起勇气将这句话说了出来，在喜欢的女孩子面前坦诚自己懦弱，我真是丢脸丢到家了。为什么？夏雪诧异地看着我。夏雪长得很漂亮，而且衣着得体，落落大方，说话甜美，性格善良。这样的女孩从小就在周围人的宠爱下活着，无论是家里还是学校，都很少有人会去找她的麻烦，而且还会抢着当她的护花使者。这样的女孩大概永远不会知道被人欺负是什么滋味吧。面对夏雪，我突然失去了倾诉的欲望，我不愿意将伤疤揭开给她看，那样让我觉得丢人。没事了。我摇摇头，站起来，准备离开教室。下次他再说你，你要回击。夏雪在我身后说道：“你自己不努力，也没人会帮你。”我苦笑着，自己离开了教室，一个同伴都没有。我自己走到食堂，自己打好饭菜，自己慢慢吃下，自己走回宿舍。如此孤单的生活，我已经习惯了3年，不在乎再来3年。躺在宿舍的床上，我的脑海中不知怎么又回忆起夏雪的那句话：“你自己不努力，也没人会帮你。”宿舍的门被推开，同寝的人都走了进来。咱们班长真酷，足足摆了4桌。眼睛都没有眨一下，还是结账的时候最帅。我还在担心他的现金够不够，结果人家直接掏出了信用卡。人家是实实在在的有钱人，这次可真是开了眼界。对了，班长说那个王浩在他们初中混得可真惨啊。嘿嘿，在初中是挨打货，来到高中还是一样。班长想要对付他，他这日子算是难熬喽。这边还有人呢，说话小点声。有人轻轻嘘了一声，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他悄悄指了指我，而其他人都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。我的心里犹如万箭穿心，现在他们还会顾忌我的存在，等再过一些时候，习惯欺负我以后，就会明目张胆了。我握紧了拳头，却又再次松开。为什么我总是这么的怯懦？谁能来把我救出苦海？我把头扭向墙壁，悄悄地流出了眼泪。邹阳在班上渐渐成了呼风唤雨的人物，以他的手段笼络人心太容易了。他和班上那几个流里流气的学生混在一起，和李杰称兄道弟，惺惺相惜。他们不仅在班上是一把，即便在整个高一也是赫赫有名的一拨人。李杰等人本来就在北原市是小有名气的混混，现在加上有钱的邹阳加盟，还真是强强联合。班上的同学整日围在他们身边，拍着马屁，进着谗言，妄想和他们一起风光风光。回到宿舍里，邹阳也是经常窜来窜去，当然也来我们宿舍。到我们宿舍的时候，宿舍里其他学生都会围着他转，我一个人躺在下铺一声不吭，仿佛和他们是2个世界的人。有一种人走到哪里都是中心点，邹阳就是这样的人。对我的嘲讽当然从没有少过，可是我左耳进右耳出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班上的同学自然将我化为边缘人物，没人会主动和我说话，包括我的同桌那个叫做刘子红的4眼，在我面前仿佛成了哑巴。那天晚自习过后，夏雪再一次坐到了我的前面。你为什么总是这样？夏雪这一次的表情更加愤怒。我怎么样了？我故意装傻。夏雪压低声音，似乎在给我面子。他每天那样欺负你，你为什么无动于衷？我习惯了，这样挺好，没人打搅我学习。等我考上大学，就能摆脱这种生活。在初中的时候，我渴望考上城南高中，以为到了这里就能够开始新的生活。现在我身处城南高中的重点班，却又将希望寄托在了考大学上。你胡说什么啊？夏雪忍不住抬高了音量。没人打搅你学习，那你的英语书被撕掉怎么说？你的数学作业被扔进水里怎么说？你的文具盒里灌满了粉笔灰又怎么说？夏雪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次次撕着我伤口的皮。被人欺负这种事，就算经历100次也不会习惯的。我没有说话，我心痛难忍。下一次，夏雪一字一句地说，下一次你一定要反击，要抗争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如果你没有采取行动，我就要替你出头了。我愣住。如果你觉得被一个女孩子保护是件很光明的事情，就尽管再把头埋进沙子里好了。夏雪喘着气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你怎么就能忍到现在？他们可是在践踏你的尊严。我看着夏雪愤怒的脸，这个世界上已经很少有这么正义的人了吧？而且还是个如此美丽的女孩子。如果真的让夏雪为我出头，后果会是什么？她美丽善良，在班上人缘不错，不少男生围着她转。而邹阳有手段，心机重，绝对的呼风唤雨，是班上的领导人物。这2个人如果针锋相对，还真不好判定谁更胜一筹。
只是让一个女孩为我出头，未免也太可悲了些。听到了没有？夏雪再一次问道。这一次她的声音更大，以至于邹阳他们都听到了。我木然的点点头，身上慢慢涌出一些力量来。现在和初中的情况不同，起码有人站在我这边。好，夏雪笑了，她的笑容比百花齐放还要美丽，让我的心中也是跟着颤动不已。我要反抗，我要回击。我在心中对自己说，是该放手一搏了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等着你。我点点头，心中多了一丝甜蜜。倘若初中的时候也有人为我这样打气，我也不至于懦弱那么长时间吧。再见。夏雪摆了摆手，正准备转身，我想起来什么，连忙说道：“我不是让你出头，我刚才没有说清，怕他有所误会。我的意思是……”说出下面4个字的时候，我浑身的热血隐隐沸腾了，仿佛将那份软弱统统打击。我自己来。夏雪刚走，邹阳、李杰等人就走了过来，我的心中一紧，又有些紧张起来，下意识地低下了头。混蛋！我在心中暗暗骂着。刚才的勇气呢？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，难道就这样功亏一篑吗？想着想着，不自觉又抬起头来，正好和邹阳四目相对。邹阳、李杰等人站在了我的课桌前面，我的呼吸有些浓重，很担心下一秒自己的头就被邹阳按在桌子上，就像初中的很多次一样。所幸邹阳并没这么做。夏雪刚才和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淡淡的答道。我听到他说就这么说定了，等着你之类的。邹阳皱着眉，没什么。我再一次说道。看来你骨头又痒了。邹阳轻蔑的笑着，慢慢的抬起了头。我猛然站起来，不给他这个机会，快步往教室门口走去。虽然下定决心要反抗，但是现在明显处于劣势，一个人和邹阳、李杰等人打架的话，只会被他们揍得满地找牙而已。妈呢？想跑？邹阳似乎追了过来，毕竟被邹阳欺负了3年，心中对他的畏惧还是占据了大部分，脚下忍不住加快了速度。突听身后响起了李杰的声音：“邹阳，别追了，咱们明天再收拾这家伙。”邹阳骂了句什么，终于没有再追我，而是回到了李杰他们的身边。我窜出教室外，有些垂头丧气，关键时刻还是选择了逃避。不过比以前乖乖站着挨打要强多了。我一个人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回想着夏雪的话，回想着刚才的一幕，脑袋中突然闪过一条信息：李杰让邹阳别追了，邹阳就没有再追下去。看来邹阳也不是他们那拨人中的老大，真正说得上话的还是那个李杰。毕竟从东关镇来到了北原市，邹阳也不是那么风光啊。不过就算想到了这点，又有什么用呢？邹阳如果存心为难我，李杰也会站在他那边。我摇了摇头，还是有些气馁。回到宿舍，他们正乱成一团，互相玩笑取乐，我就好像是透明人一样，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影响。这样也好，各走各的，谁也不搭理谁。我脱鞋上了床，开始在脑海中思考下一步。虽然在夏雪的鼓动下决定要和邹阳斗一斗，但是没有个完善的计策怎么行呢？论身体素质的话，我是断断不如邹阳的。他又高又胖，打我2个都不成问题。如果真要打架，只能攻其不备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让他根本没有时间反应过来。可是这个机会该如何营造呢？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，思考的过程是痛苦的。虽然我从小就通读36计，但是没有一个计策能在此时派上用场，尤其是在我身单力薄的境况下。想着想着，最终还是睡着了。没有办法，但我一定不会再让邹阳欺负我。我发誓，睡着了的我，拳头也是紧紧握成一团。第2天，我精神百倍的来上课，一进教室我就看到了夏雪，她坐在教室的最中央，身边正围着几个男生，都在不遗余力的逗她开心。我们四目相对，我冲着她露出一个微笑，夏雪也冲着我露出一个微笑。这个微笑让我更是充满干劲。她身边的男生疑惑的顺着她的目光，最终看向了我这个微不足道的身影。他们不明白夏雪为什么要冲着我笑，一个个露出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。我走向自己的位子，眼睛不可避免的看向邹阳，邹阳就在我位子的斜后方。以往这个时候我都会低下头老实坐好，但是这一次我勇敢地看向了他。邹阳正冷笑地看了看我，冲着我挥了挥拳头。我露出一个轻蔑的笑容，坐在了自己的位子上。诚然，这种感觉太爽了，但是代价很快就来了。第1节是英语课，我很认真地听讲，但是后脑勺突然被什么打了一下，那个东西顺着我肩膀跌在地上。我疑惑地看向地面，那是一块被嚼得恶心至极的鸡骨头，上面还沾连着许多口水。鸡骨头，我回过头去，果然看到邹阳正在吃速食包装的鸡腿，大口大口的嚼着，还冲我做了个鬼脸。我恨恨地瞪了他一眼，又回过头去继续听讲。叮的一声，又一块鸡骨头砸在我的头上。我猛地回过头去，再次瞪着邹阳，脸颊上的肌肉都忍不住颤动起来。邹阳晃了晃手中的鸡腿，做出一份欠揍的表情，还哈哈哈地笑着。我的反应很快引起周围同学的注意，他们都不解地望着我和邹阳。等邹阳再掷过来一块鸡骨头的时候，班上同学都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然后都捂着嘴偷偷笑着。我看不到自己的眼神，但我想那一定愤怒至极。我用口型对邹阳说不要逼我，同时晃了晃拳头。邹阳手舞足蹈，表情夸张，一副得意之极的模样。英语老师也很快发现了后排的骚乱，多安静一些，下课了你们再闹。在成人的眼中，同学之间的欺辱行为不过是孩子们在玩闹罢了，所以很多时候撞到老师都不是个明智的行为。只要不打架，没人会真的在乎。
夏雪也很快注意到了后排的情况，在老师回过头去在黑板上书写的时候，她悄悄和刘子红换了座位，坐在了我的旁边。邹阳是不是又欺负你了？我的心中已经有了主意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夏雪却没有笑，她一脸的担心。可是他这样欺负你，你没事，等着看吧。我再次露出笑容，然后回过头去看向邹阳。邹阳脸上的表情却有些难看，没有了先前的轻松和戏谑，取而代之的反而是愤怒和凶狠。奇怪，明明是他在欺负我，怎么？我突然恍然大悟，是因为夏雪坐在了我旁边。原来如此啊！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微笑，然后我伸出手摸了摸夏雪的头发。邹阳将这一幕清清楚楚的看在眼里。你干嘛？夏雪奇怪的看着我。没事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大概一辈子也没有勇气反抗。夏雪露出惊喜的表情。真的吗？你决定现在就？我眨了眨眼睛说，等着看好吧。话音未落，我的头上又挨了一块鸡骨头。邹阳那个混蛋，一块鸡脖能啃得这么碎，分成无数块来砸我。夏雪点了点头，表示出对我极大的信任。谢谢这个女孩在那时给过我的勇气。我再一次回过头去，邹阳的表情更加愤怒了。刚才我摸夏雪的头发，他可是看在眼里的，不生气就怪了。我笑了笑，继续听起讲来，看上去就像是像过去一样选择了忍耐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在等那个时机的到来。邹阳的行为更加放肆了，接连不断的朝我的脑袋支着鸡骨头，大约5分钟一次，而我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和初中的我一模一样。夏雪在旁边看着干着急，到底要不要我帮你？我自己来。鸡骨头一而再再而三的掷过来，每一次都准确无误的击中我的脑袋。那一块块的鸡骨头每砸向我的脑袋一次，就令我心中的愤怒增加1分，而我的脸上仍然是万年不变的微笑。在喜欢的女孩子面前，维持最起码的风度是很有必要的。很快的，鸡骨头的碎渣就在我身边散落了一地。英语老师的讲课也进入了尾声，他的时间拿捏的一向很准，这时候一般都快要下课了。最后一次了。我在心中默默地说，这是最后一次被邹阳欺负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脑袋上又挨了一下，这也是最后一下了。这次不是鸡骨头，而是揉成一团的纸巾。邹阳吃完了鸡腿，用纸巾擦了擦手上的油，然后揉成一团砸了过来，一点都不疼，却令我的愤怒达到了顶点。我的双拳握紧，气息浓重起来。夏雪一脸担忧地看着我，她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突然握住了夏雪的手。谢谢你。夏雪讶异地看着我，并没有将手缩回去。下课铃声在此时响起，英语老师正在做着下课前的最后结语，而我突然站起来大吼了一声，我的吼声和铃声交织在一起，同学们都回过头来惊讶地看着我。我迅速冲向旁边的窗台，端起一盆君子兰来，3步并作2步奔到邹阳的身边。邹阳惊恐地看着我，同时本能地把头往身后一缩，那盆君子兰狠狠砸在了他的肩膀上，里面的土哗啦啦散落一地，真是可惜。本来想砸在他的头上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已经没时间去想那么多了。那盆君子兰被我丢在地上，双拳如雨点般落在邹阳的脸上、肩上、背上，忍耐了3年的愤怒，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爆发。铃声早就停下了，而班上没有人下课。从老师到学生都在傻傻地望着我和邹阳，邹阳也完全懵了，大概是完全想不到我会突然揍他，反而傻傻地任由我打着。我的双手卡着邹阳的脖子，用力将他摔倒在地上，然后用脚狠狠踹着他的肋部。让你欺负我，让你欺负我！我一边打一边问候着邹阳的母亲，手脚并用，拳打脚踢，每一拳每一脚都毫无章法地落在邹阳的身上。王浩，够了！讲台上，英语老师大声喝道，同学们也终于反应过来，纷纷站了起来。几个人拉着我的胳膊，把我拖到了一边。我的泪水不知何时爬满了脸庞。我弄死你！我弄死你！我依然大吼着，挣扎着，还想上去揍邹阳。3年了，我等这一刻已经够久。同学们纷纷涌过来，邹阳站起来拍着身上的土，眼神还是有点猛，并没有冲向我。李杰等人也涌了过来，走到邹阳身边说着什么。我可不怕他们，仍然挥舞着拳头。来啊，信不信老子今天弄死你？英语老师还在讲台上。够了，够了！我一定要告诉你们班主任。大概在他眼中，邹阳才是受害者，而我是那个欺负人的恶霸。我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动手，便是觉得李杰他们不可能在老师面前就一起打我，而选择在铃声响起的那一刹那，则是处于一种奇怪的心理。我对邹阳的恐惧还是深入骨髓的，所以就像是给自己下了个指令一样，在铃声响起的时候动手。我在心中不停地对自己说着这句话，这句话就像是个程序一样输入我的脑袋，为自己加油补气。班里乱作一团，有围在我身边的，有围在邹阳身边的。李杰他们安抚着邹阳，同时恨恨地盯着我。英语老师看场面已经稳定下来，大概是估计不会再打起来，便拉开教室的门走了。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呼哧呼哧地喘着气。邹阳也坐在他的位子上，和李杰等人窃窃私语着。旁边的夏雪拉着我的胳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摇摇头，激动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，另一层恐惧却涌上心头。这口气是出了，但是邹阳绝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接下来他肯定会联合李杰等人一起打我。我抬头看向他们几个，他们还在悄悄商量着什么，而且不时地看向我，不能再待在这里，他们随时会冲过来把我打翻在地。刚刚取得的胜果就功亏一篑了。我立刻站起，就往教室外走去。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，最后一排的邹阳突然说道：“你别走啊！
你走了，我打谁呢？我停住脚步，站在门口，望着最后一排的邹阳等人，李杰他们也都仰着头看我。我中午还回宿舍，我还要再打你一次。说完，我就出了教室，脸上带着未干的泪痕。走出教学楼的时候，一阵风吹来，刮得脸生疼生疼的。我仔细回想着刚才的一幕幕，解气是够解气，唯一不爽的就是自己竟然还哭了。我就纳闷了，这次是我动手打邹阳，干嘛自己还哭上了？真是没用啊！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笑话。不过想到已经揍过邹阳，心情还是爽的不行。想到中午还得回宿舍，又是蒙上一层阴影。刚才在门口已经放出大话，说我中午还要再揍他一次，霸气是够霸气，但我还真是没那个实力啊！不用想也知道，中午回到宿舍，邹阳肯定和李杰等人在等着我，然后把门一关。想到要遭遇的悲惨后果，我忍不住一阵哆嗦。不过我既然敢把那句话放出去，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计划的。在来城南高中之前，邻居的雨成飞告诉过我，如果在这边出了什么事，可以随时找他。虽然当时没当回事，但是来到北原市上高中以后，平常课余时间也会到网吧里玩玩。网吧这种地方自然鱼龙混杂，什么人都有的，各种小混混也不缺。我到网吧里去的时候，有时会碰上雨成飞。雨成飞是城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，经常看到他和他的同学们一起来上网。他们的学校出了名的盛产混混和痞子，看得出来雨成飞他们一群人也不是善茬。所以此时的我将希望寄托在了雨成飞的身上。不过就算雨成飞在他们学校混得不错，也未必能把手伸到城南高中来，这是我比较担心的地方。如果雨成飞不方便出手，我今天就算是玩砸了。我胡思乱想着，最后下定决心，要是雨成飞不在网吧，我就不念书了，卷铺盖回家也不受他欺负。这样想着，我走进网吧。大早晨的，网吧还没什么人，我扫视了一圈，果然没发现雨成飞的身影，心里像是被浇了喷凉水一样难受。我又想大概他一会儿就来吧，便随便坐下，看着网吧门口来自3所学校的学生不停地走近。从比例上来说，城南高中是最少的。我一个一个地盯着他们的面容，并没在其中发现雨成飞的影子，心里也是一点一点的陷入绝望。等了大概半个小时，网吧里差不多要满人了。我站起来，焦急地在网吧里走来走去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网吧里明显的分成了3波，不同学校的学生分占着一片机器，仿佛还有自己的地盘似的。我走到城南职业技术学院聚集的学生之前，怯生生地问道：“请问你们认识雨成飞吗？”这些学生聚着的位置距离吧台也很近。网吧老板听到雨成飞的名字也看了过来，那些学生明显都是一愣。其中一个头发炸炸的学生说道：“你找雨成飞什么事？”似乎把我当作敌人一样，挑衅地看着我。雨成飞是我哥。我在这群人面前显得很是拘谨。我有些事找他，你们认识他吗？这些学生左看右看，突然同时大笑了起来，就连网吧老板也忍俊不禁，笑出了声。我有些奇怪地看着他们，完全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。这小子哈哈哈，乐死我了！这小子。先前那个头发炸炸的学生捂着肚子笑道：“这小子竟然问我们认不认识雨成飞，你是来逗我们高兴的吧？”我还是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，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，而我依旧是一头雾水。他们的笑声很大，整个网吧都看过来，但是没人敢说什么。显然城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是最难惹的。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反正今天已经揍过邹阳，怎么算都已经够本了，忍不住大声道：“你们笑什么？到底认不认识雨成飞？认识的话就告诉我，不认识我就要走了。”那些学生这才慢慢安静下来，但看着我的脸还是窃笑不已。哎呦，脾气还挺大。头发炸炸的学生将凳子往后一挪，2只脚踏在了键盘上。网吧老板看不下去了，说道：“袁绍，你把脚放下来，别人还要在那玩呢。”得了吧。头发炸炸被叫做袁绍的学生嬉笑着：“谁敢在这个机子上玩？谁不知道这是我袁绍的专属机器？”其他学生也纷纷笑道：“是呀是呀，袁绍都快死到那台机器上了，就让他踩一踩吧。”网吧老板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脸上扬起一丝苦笑，不再说什么了。袁绍又看向我，说道：“你问我们认识不认识雨成飞，这确实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。”为什么可笑？因为没人不认识雨成飞。袁绍慢慢说着：“你到城南职业技术学院打听打听，有谁没有听说过我们宇哥的大名？”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我知道雨成飞在城南技术学院可能混得还可以，但没想到竟然有名到整个学校都知道他的地步。而且看袁绍提起宇哥时的崇敬表情，也绝对不是装出来的。那我激动的有些结巴起来。他今天来不来网吧？我有点事找他。他昨天晚上通了个宵，估计是不来了，这会儿估计在教室睡觉呢。袁绍认真的说道。那怎么办？我有些着急。我是真有急事找他。你有什么事？袁绍奇怪的望着我。我还真不太好意思说，毕竟还不认识这些人，还是留着给雨成飞说吧。是被人打了吧？袁绍直接说道。啊，我有些难堪。还没，但是快被打了。哈哈哈！众人又是一阵大笑。袁绍乐得2只脚使劲跺着键盘，看得网吧老板一阵肉疼。你们别笑了。我有些愤怒的说道。赶紧告诉我怎么找雨成飞，今天中午我就要挨打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袁绍快笑出了眼泪，随便一摆手说道：“孟亮，你带他去找宇哥吧。”好嘞。一名个子矮小但看上去很精干的学生走了出来，脸上是和气的笑容。走吧。我和孟亮正要出门，袁绍突然叫了一声等等。我们回过头来，看到袁绍正挖着鼻孔。事情办完了，叫宇哥来网吧，不就通了个宵吗？
至于还在宿舍睡觉吗？嘿嘿，知道了。孟亮答应了，这才带着我出了网吧。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孟亮一边走一边问我，我犹豫了一下，只好把事情原模原样说了一遍，最后担心的说道：“今天中午他们肯定在宿舍等着我。”哎呀！孟亮一跺脚，突然停住了脚步。咋了？我也停住脚步，讶异的看着他。多大个事呀？还去找宇哥，我就能给你摆平了。孟亮大咧咧的说道：“我还是去找宇成飞吧。”我挠了挠头，我和他比较熟，毕竟和你们还不怎么认识呢，不太好意思，第一次见面就麻烦你们。说什么呢？孟亮急眼了，宇哥的事就是我们的事，你是宇哥的弟弟，那和大家就都是兄弟，你有了麻烦，我们当然要帮你处理，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不用麻烦宇哥了吧？啊，那个，我心里还是比较倾向去找宇成飞，毕竟还是觉得有些不踏实。那个什么那个，孟亮热情地搂着我的肩膀，放心啦，这点小事我搞得定，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找几个人，今天中午绝对帮你把事情办得妥妥的。我还没说话，孟亮就开始在大街上四处看起来，我是彻底无语，难道他在大街上随便就能叫到人？嘿嘿，过来。孟亮突然冲着附近一个小饭店招了招手，叶展，你过来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少年一路小跑奔了过来。这个学生叫叶展，我认识，他是北原市的本地人，也是城南高中的高一新生。他在高一也是一把，经常领着一帮人呼来喝去，似乎比李杰他们的地位还要高上一些的。在学校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些人一向是低着头走的，生怕麻烦惹到身上。但是现在孟亮这么一招手，叶展就气喘吁吁地奔了过来，他的身后也跟着几个学生，都是城南高中的。亮哥，有什么事？叶展热情地打着招呼。你不上课，大早晨的在外头瞎跑啥呢？孟亮朝他胸膛上捶了一拳。嘿嘿，没跑啥，我就和兄弟们出来吃个饭，一会儿还要回去上课的。叶展揉了揉胸膛，显得很是开心。跟你说个事。孟亮一把搂住了我的肩膀，能让叶展这样呼哧呼哧跑过来的人，还真是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啊。亮哥您说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这是我弟，也是你们城南高中的高一新生，认识不？叶展疑惑地看着我，从他的表情中可以看出根本不认识我，也难怪了，我在学校够低调的，他肯定不能认识我啊。不过可能也是不好意思，看着眼熟，嘿嘿。他在班上出了点小麻烦，你帮着解决下。孟亮大咧咧说道。谁啊？谁啊？谁这么不长眼啊？连亮哥的弟弟也敢欺负我，把他皮扒下来，告诉他是谁。孟亮看着我，邹阳。我老老实实说道。邹阳，想起来了，李杰他们班的班长是吧？东关镇的外地生，瞧我怎么收拾他。好，那这事就交给你了。孟亮随随便便安排着，帮我弟把麻烦解除了，我还要回去杀怪呢。嘿嘿，没问题。叶展接着问亮哥，亮哥，您现在几级了？60级了，越来越难升。妈的，这坑爹的网络游戏。眼看着他们的话题都换了，我有些着急道：没那么容易啊。孟亮点着头，是没那么容易啊，我都不准备完了，要不是宇哥、袁绍他们非要玩，不是，我更着急了。我是说，收拾邹阳没那么容易。邹阳和李杰他们耍得不错，叶展要是动邹阳的话，李杰肯定不会坐视不理的。李杰又是个神。孟亮抓着脑袋，叶展，李杰是什么来头？也是北原的，李杰要是掺和在里面，这事是有些难办了。难办？孟亮一瞪眼，难办就别办了，你立马滚蛋，我重新找个人去。别啊！叶展哭丧着脸，我肯定办，我肯定办，我跟李杰关系还可以，这点面子他还是给我的。然后又对我说道：“你先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和邹阳这个梁子结的大不大？”大。我也哭丧着脸，我当着全班的面揍了他一顿。接下来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又说了一遍，只是没说的那么细，只说邹阳上课用鸡骨头砸我的头，后来我就爆发了用君子兰砸在他身上，然后对他狠狠的拳打脚踢了一番。说完了，叶展伸出大拇指，好，干得好，干得漂亮。那还用说，这是我弟嘛。孟亮得意的搂着我肩膀，那模样是老骄傲了。我继续说道，我还说中午要再打他一次，他们中午肯定都在宿舍等着我。没事，这是包我身上了。叶展拍拍我的肩，咱们就再打他一次。我等的就是这句话，毕竟在全班同学的面前放出了豪言壮语。俗话说出来混的一定要说话算话，说再打他一次就一定要再打他一次。叶展他们一路谈笑风生，而我始终沉默寡言。你先进去，我先上个厕所。我本想在厕所门口等他的，但又怕被他看不起，便心一横走到我们宿舍门口，推门走了进去。宿舍里挤满了人，都是我们班的同学，分坐在各个床上叼着烟，整个宿舍里乌烟瘴气的，地上不知铺着谁的被子。邹阳、李杰他们正坐在上面打牌，我往自己的床铺一瞟，上面空空如也，看来正是我的被子。我一进来，本来闹哄哄的宿舍立刻安静下来。哟，你回来了！李杰他们都站了起来，脏兮兮的鞋就踩在我的被子上，同时用一种阴冷的神情看着我。看着我的被子遭到如此待遇，胸中的火焰自然爆发开来。我也冷着脸走到了邹阳身前。你的被子挺软的。邹阳一边说，一边用鞋搓着脚下的被子。没想到你还真敢回来，我以为你已经躲回东关镇去了。宿舍里安静得很，所有人都在看着我，除去邹阳、李杰他们的人，其他过来的同学都是看热闹的。大概他们都以为这顿打我是挨定了。邹阳，我们都是东关镇的，至于这样咄咄逼人吗？东关镇的怎么了？邹阳一口烟喷在我的脸上。我就是喜欢欺负你，怎么样？我没说话，依旧冷冷看着他，心中盘算着叶展他们什么时候能进来。看什么？你不是说中午还要再打我一次吗？我就站在这，有本事你打！
我上早八，你敢打我？和在教室中一样，邹阳完全没想到我真的敢动手打他。邹阳的眼睛立刻红了，狰狞的脸庞像是一只充满怒气的老虎，挥起他砂锅大的拳头就砸了过来。我往后一退，躲开了这一拳。李杰他们立刻将我围成一团，有人直接按住了我的胳膊。宿舍里轰乱起来，我听到有人说打他，似乎还是我们宿舍的人，还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。我动弹不得，眼睁睁看着邹阳再一次挥来拳头。就在这时，门被人推开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叶展的声音终于响了起来，我看不到他，心中却是激动无比。叶展迅速挡在我面前，狠狠一脚朝着邹阳的肚子踹了过去。平心而论，叶展的体格也比不上邹阳，但他是高1年级赫赫有名的混子。邹阳一双眼睛直愣愣盯着他，完全不知到底怎么回事。宿舍里再一次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震惊无比，连李杰他们也目瞪口呆。连我兄弟也敢打，活腻歪了是吗？邹阳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和叶展对抗，于是他求救似的看向李杰。李杰站在我旁边，先挥了挥手，按住我胳膊的几个人都退到了一边。叶展，你跟他很熟吗？李杰，太欺负人了吧！把我兄弟的被子踩在地上。是王浩先在教室里打了邹阳，邹阳还先朝他头上扔鸡骨头呢，谁能受得了这份气？要是我，早把邹阳的头都拧下来了。也亏了王浩脾气好，只是揍了他一顿而已。我看出来了，两人的势力平分秋色，这场架已经打不起来，所以在理论着谁对谁错。不管怎样，打人就是不对，王浩得给我们个说法。你想要什么说法？王浩多老实一个孩子，你们每天欺负他有意思吗？我们什么时候欺负他了？邹阳和他闹着玩，他就发了疯，谁知道怎么回事？李杰，咱们出来混也不是一天两天啊，少拿这些糊弄小孩子的话来跟我说。李杰一时哑口无言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给我个面子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，怎么样？一时间谁也没说话。我刚才虽然扇了邹阳一耳光，但心里这口气还没能出尽。而邹阳他们这次落了下风，恐怕也不会善罢甘休。怎么着，哥几个这点面子也不肯给？多少钱？什么钱？我的心中也充满疑惑，不知道邹阳好端端问多少钱干什么，又不是在菜市场买菜。我看看其他人，也都是一脸茫然，似乎都不懂邹阳是什么意思。唯有李杰露出轻松的笑容，满意的看着邹阳。王浩，请你过来，花了多少钱？我出双倍。所有人都明白了，看来邹阳以为叶展能为我出头，是收了我的好处。也难怪像我这样一个唯唯诺诺的懦夫，去哪里认识叶展这种混子。只是这次邹阳猜错了。我上早吧，把老子看成什么人了？王浩是我的兄弟。叶展一个耳光打了过去，邹阳捂着脸，不可思议的看着叶展。李杰的笑容也凝结在脸上，估计在心中纳闷叶展什么时候多了个兄弟，怎么从来没见他提起过，也从来没见我去找过他们。叶展用手不停打着邹阳的脸，虽然力度不大，但声音也很清脆无比。看来你平常没少为李杰啊，花了多少钱找他罩着你啊？看着邹阳如此吃瘪，我的心中虽有着快意，却也感到一阵阵悲凉。如果我不是雨成飞的弟弟，孟亮就不会这样帮我，叶展更不会为我出头。如果我压根就不认识雨成飞，现在站在这里挨打的就是我。倘若以后雨成飞毕业离开职院，也没有人再罩着我，那又该怎么办？我突然之间认识到了这个世界的残酷，没有人能永远罩着你，就算有个当官的爹，他也迟早要卸任的。这条路迟早要自己走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想要在这个世界立足，唯有自身变成强者。叶展，够了！怎么了？叶展冷笑地看着李杰，而邹阳的两边脸上都有鲜红的掌印。宿舍里其他学生一动不动，安静的像是时间静止了一样。我够给你面子了，咱俩一直以来也没什么过节吧？至于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王浩是你的兄弟，行，我以后不动他就是了。但邹阳是我的兄弟，你老是这样打他，是不是有点过了？咱们还是说说这事情怎么解决的好，老是这样僵着也不是个办法，你说是不是？我刚才就是这么说的，结果邹阳问我多少钱，嘿嘿，我叶展是能被钱买通的吗？叶展说完还意味深长地看着李杰，露出一抹怪异的笑容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，大家都是一个班的同学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我看就让王浩给邹阳道个歉，再请大家吃个饭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我的脑子嗡一声响，让我道歉，还让我请吃饭？不行，这件事王浩没做错，我要挺他到底，道歉吃饭绝不可能。你看怎么办？我不要王浩道歉，也不要他请吃饭，我只想和他单挑。这样也好，叶展，不如咱俩谁也别插手，让他俩自己解决问题，行不行？我的脑子一阵空白，单挑？就邹阳那个体格，两个我也打不过他。这家伙要求和我单挑，明摆着是想光明正大的揍我一顿。叶展也是生气的很。我上早八的，你长得跟个熊一样，凭啥和王浩单挑？有本事和我单挑啊！老子今天弄不死你，就不姓叶。我不和你单挑，我要和王浩单挑。如果他不敢就算了。我上早八。我同意。
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，竟然开口说出了这3个字。大概我也盼着这一天很久了吧。我当然知道自己肯定打不过邹阳，可我还是想和他光明正大的打一次。因为在初中3年，每次都是他带着人欺负我，我也因为他们人多而屡屡忍气吞声，所以还时常在想，假如只有邹阳一个人的话，我一定要狠狠地打他，揍他。这个机会现在正摆在我的面前。我想看看自己在这样强大的对手面前，在完全没有优势、完全不可能偷袭的情况下，到底有没有出手的勇气。如果想要变强，这一步就非得跨出去了。马浩密，让我和他单挑吧。马浩，你不用和他单挑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玩单挑啊？没事儿，只要有我在，他们不敢动你。叶展将手放在我的肩膀上，让我觉得心里很是温暖。可是他终究是冲着孟亮的面子，而不是真的想要保护我。我看得很清楚，我的血渐渐热起来。叶展的体格远远不如邹阳，可是邹阳在他面前屁都不敢放一。为什么？因为叶展够狠，够狠才闯下了名声，才让他人畏惧于他。我想要做叶展这样的人，而不是想要做被叶展保护的人。我自己来，这次我自己来。叶展不说话了，他看到了我的决心。在哪里单挑？就在这间宿舍，所有人都看着咱俩，谁也捣不了鬼。可以。行，单挑可以，但是要说一下规矩：第一，不许抓头发；第二，不许抓脸；第三，不许踢下体，清楚没有？我和邹阳都点点头，我的表情凝重，而邹阳渐渐有了笑意。李杰一看这个场面，直接坐到旁边的床上去，美滋滋的抽着蚊香，一点都不担心邹阳会打输。那就开始吧。让你牛逼，让你牛逼！邹阳一边打一边骂，转眼间已经打了我10几下，而我始终咬着牙，死死拖着他的脚，一直往后拖着。来到城南高中，你长骨气了是吧？我上早八的。王浩，别抱他脚了，赶紧朝鸭子鼻子打！宿舍里已经有人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大概他们也觉得我抱着邹阳的脚很滑稽。笑你个早八啊！笑！叶展，你别生气嘛，这是俩人单挑，你也帮不上忙啊。我死死抱着邹阳的脚，同时忍受着头部的重击。邹阳的脚很大，最少有45码，跟一艘大船似的。好样的，王浩，打得好啊！终于要结束了吗？果然，光靠我自己还是打不过邹阳啊！我天生就是低人一等吗？我天生就是挨欺负的命吗？去死吧！叶展，不是说好了让他俩单挑吗？刚才王浩打邹阳的时候，我也没拦着吧？现在邹阳好不容易打回来了，你却要出手拦着，是不是不太公平？我也站了起来，摸了摸刚才被邹阳打过的脸颊，再要打下去的话，我就躺着起不来了。邹阳的样子有点惨，鼻子嘴巴全是血，刚才被我10几拳砸的还真是不轻。邹阳不能打王浩，为什么？如果要打，可我打，你们所有人都上也行，正好我也带个人。和叶展一起来的几个小兄弟立刻围在了叶展的身边，虎视眈眈地看着李杰他们一拨人。如果真打起来，李杰他们出手的也就4、5个。宿舍里虽然人多，但都是我们班看热闹的学生。给我个理由，为什么不能打王浩？李杰咬着牙，咯吱咯吱地响，看得出十分生气。因为你们打不起，他是孟亮兄弟。叶展说出孟亮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感觉李杰的脸色瞬间就变了。跟着李杰的几个兄弟都是一脸不可思议的模样，而邹阳却是一脸的迷茫和疑惑。他和我一样是东关镇出来的，自然不知道什么孟亮。他竟然是……李杰诧异地看着我，显然还是不太相信。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过来？有谁能指使得动我啊？宿舍里其他学生很是安静，这些来自各县镇的学生也不知道孟亮的名字，但从李杰等人的反应来看，这应该是个惹不得的人物。我的心中感到很是好笑，孟亮也不过是袁绍随手指派出的一个兄弟，那被他们还要称作一声宇哥的宇成飞，岂不要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？我怎么都想不到，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宇成飞，竟有如此的能力。李杰，孟亮是谁？是一个我们绝对惹不起的人物。邹阳，你认栽吧，王浩不是咱们能欺负的。今天来到这的幸亏是叶展，如果是孟亮的话，恐怕咱们都得躺着出去。邹阳沉默了，他低着头，像是一只斗败的公鸡。叶展放开了邹阳的手腕，默默地走到了一边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你们自己决定吧。叶展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咱们好歹也是一起玩大的，我也不会看着你跌进坑里的。邹阳，跟王浩认个错吧。邹阳诧异地抬起头，像是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李杰的表情却很认真。你道个歉，这事就过去了。邹阳看出了李杰的坚定，犹豫了半晌，最后还是看向了我。我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不甘。对不起。邹阳迅速将头扭向了一边，大概他从未想过自己也会有今天。这辈子。叶展指了指地面，我的被子已经肮脏不堪，上面踩满了黑脚印。李杰随便一摆手，旁边的一个兄弟立刻冲了出去，过了一会儿就抱过来一床新的被子。我本来计划自己搞定这件事的，但最后还是报出了孟亮的名字。
李杰啊，李杰，你太不给我面子了。王浩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看得出来，叶展和李杰私下里的关系其实很不错。邹阳道过了歉，被子也换了新的。按理来说，这事情确实该告一段落。叶展和李杰二人心有灵犀，一起准备大事化小，小事化。但是我却鬼使神差的摇了摇头。这一次，李杰和叶展的脸色都变了。李杰看向叶展，而叶展则看向了我。王浩，如果你还想打邹阳一顿，现在可以继续动手，我帮你看着。我仍是摇了摇头。叶展只知道邹阳往我头上丢了鸡骨头，却不知道他在初中欺负了我整整3年。无数的回忆在我脑海中涌现出来，那一桩桩一件件都鲜活无比，从未忘却。尤其是那次在小广场上，邹阳拿着通知书让我跪下的场景，更是让我永生都铭记在心。有谁能忘记这样的耻辱？有谁能甘心就这样算了？我却没有说话，走到了邹阳的面前，然后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袋速食包装的鸡腿。宿舍楼下就有个小卖部，在和叶展上来之前，我鬼使神差的进去买了这个。当时我也不知自己想要做什么，不过现在应该很明白它的用处。邹阳涨红了脸，呼吸开始浓重起来。别紧张，我只是想让你也尝试一下被人当众凌辱的滋味。我把那根油腻腻的鸡腿拿了出来，在手心里揉得稀巴烂，举到邹阳的头顶，这已经很好了。我并没有像他一样嚼碎了再扔，那样实在是太恶心了，只有他才做得出来。零碎的鸡肉、鸡骨头顺着邹阳的头发滑落下来，粘在脸上、肩上、身上都是。邹阳的眼睛红得可怕，始终恨恨地盯着我，却根本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之心。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？你还欠我一个跪呢。听完这句话，邹阳的脸就像是被老鼠咬了一口，充满了惊悚和恐惧。别紧张，不是现在，咱们之间的账可以慢慢算。滚！邹阳低着头，快步走出了宿舍。李杰等人和叶展打了个招呼，也跟在邹阳身后离开了宿舍。我们班上的其他同学此时都静悄悄地站了起来，准备一并跟着出去。都站住！所有人都站住了，连口大气也不敢出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已经成了魔王一般的人物，真是好笑啊！明明就在上午，我还遭受着他们的白眼和讥笑。真是抱歉，没能让你们看到想看的戏码。他们来到这里，就是想看看我是如何挨打的。谁也没有说话，不是低着头，就是把头扭向那边，没有一个人敢正视我的目光。我一步步的走到了宿舍的中间，叶展有些担心的看着我，他似乎以为我还要对同学做些什么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过来这里是想拉着点李杰他们不要打你。我笑了起来，笑声却是那么的悲凉。你以为我是傻逼吗？那个同学不再说话了，知趣的低下了头。不过我也很佩服他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到这样绝佳的谎言。大概这样的人才能混得开吧。我之所以不让你们走，是因为你们不用走，因为我要走。说完，我看了看叶展，大步跨出门去。叶展他们跟在我之后，一声不响的走了出来。走廊里其他宿舍人探着脑袋，看到我出来都缩了回去。刚才狠狠羞辱了邹阳一把，心中的不爽自然解开不少，但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具体是因为什么，却也说不上个所以然来。不过看到邹阳那样吃瘪，心里还是少不了痛快的。怎么样，解清了没有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有些小心眼，睚眦必报？刚才我掏出速食鸡腿往邹阳头上撒的情景，一定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不会啊，有仇必报，无毒不丈夫，出来混就是要这样。出来混，我一下愣住，混这个字眼从未出现在我的身上过。突然间和他扯上关系，还真有些不适应。叶展却还是喋喋不休地说着，大概是说他以前如何的很得威风，并且盛赞我刚才的行为都是正常的云云。在他眼里看来，我既然是孟亮的兄弟，当然也是出来混的。一路聊着天，又回到了网吧。袁绍、孟亮他们还在玩着游戏，一个个大呼小叫的，没人把我的事放在心上。或许在他们眼里看来，我那点事根本就不叫事。两哥，搞定了。我去，王浩怎么挨打了？我摸了摸脸颊，先前被邹阳揍了一拳，他那一拳的威力着实不小，让我的半张脸肿了起来。那个，邹阳要和王浩单挑，我没同意，但是王浩一定要和人家单挑。我去，叶展，我交给你办件事，怎么这么不靠谱，还让我兄弟挨了打？什么？王浩挨打了？他们俩单挑了一下，不过王浩占了上风。是我执意要单挑的，和叶展没什么关系，他很护着我了。叶展感激地看了我一眼，看得出他很害怕这些人。我并不了解袁绍、孟亮他们这帮人，真是担心叶展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连忙伸手搂住了他的肩膀，一是表示亲密，二是以防他们突然动手。行了，你先走吧。袁绍不太满意地看着叶展，叶展耸拉着一张脸，道了个别，领着他的几个小兄弟出门去了。我心里满是内疚，想着随后找叶展好好聊聊天。刚才那件事他还是很上心的。孟亮，你玩游戏吧，我和王浩谈谈。
我给宇哥打过电话了，他让我们好好照顾你，说你是个老实的孩子，容易吃亏。我心里感激无比，想着从上午到现在的经历，要不是袁绍他们这帮人，我这会儿恐怕还在宿舍挨打。而我和宇成飞其实也不怎么熟，不过是因为两家相邻，没事常常瞎扯两句，人家却这么帮着我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，对人家来说不过是件鸡毛蒜皮的小事，随随便便一句话就搞定了。这么一闹，应该就没人欺负你了。回去吧，有什么事再找我们，有宇哥在这里，基本没什么解决不了的事。我心里松了口气，因为这句话也感觉心里暖暖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这次谢谢你们了。小事，以后和同学们搞好点关系，说不上什么时候还需要靠人家帮忙呢。好。我点点头，我何尝不想和同学搞好关系，只是天生的笨嘴笨舌，再加上邹阳的挑拨，不过以后应该不会那么困难了。我又去跟孟亮告了个别，这才出了网吧，朝城南高中走去。这么一来二去，时间耗费不少，已经快到了下午上课的时间，所以我也没有再回宿舍，而是直接去了教室。我一进教室，班上本来嘈杂的氛围立刻安静下来。有人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有人低下头去假装看书。我知道他们刚才一定谈论的是我，又扫视了一圈教室，发现邹阳、李杰他们正坐在一起，不过眼睛并没看我，我也不再看着他们，而是径直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。中午发生的事情太多，现在一闲下来，反而发了会儿呆，倒想不起下午第一节什么课了。这节物理课。我点点头，拿出了物理书，心里又觉得好笑。如果放在以前，刘子红才不会跟我说话呢。中午真威风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我一直以为刘子红不喜欢说话，没想到现在的话却这么多。看来这话多不多，也是看和什么人说话的。还好吧？我点了点头，表现出一副不冷不热的态度。刘子红张了张嘴，似乎察觉到我的冰冷态度。先前是我不对，不过邹阳私下里和我们说了，不许和你说话，否则就要挨打的。所以我猜得出肯定是邹阳在私下搞鬼，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直白的排斥我。其实我们都不太喜欢他的。刘子红继续悄悄说着，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，对人呼来喝去的，牛逼什么啊？呸！说完，这小子还狠狠往地上吐了一口。好家伙，不知道的真以为他很厌恶邹阳，我没想到刘子红也这么有脾气。先前一直以为他是个木讷的小四爷，看来这人果然不肯冒相。刘子红，咱俩换换位置。在一片艳羡的目光中，夏雪坐到了我的身边，只是这次大家似乎都觉得理所当然了。行啊，不错嘛。什么不错？得了吧，早就传开了，竟然是孟亮的兄弟，怪不得那么有底气。不过你先前竟然忍了那么久，真是想不通为什么啊？有那么厉害的哥哥，在学校都可以横着走了啊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，也没去解释。其实他哪里知道，如果我不是破釜沉舟，也不会去找那些人的。听着真解气，看你平时蔫蔫的，没想到关键时刻还挺有范儿。看着这个可爱的姑娘，想到如果不是她，我也不会有了勇气反抗。生命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贵人，他们给你勇气，给你力量，引导你不停地往前走。我越看她越是觉得心里喜欢，静静地听她说着话，脑子里自然幻想起来，如果她是我的女朋友该有多好。夏雪乌拉乌拉地说着，我倒没怎么听进去，脑子里尽是在幻想。好了，我走了。我看夏雪对你有意思，你可以下手。是吗？我有些脸红起来，女朋友这种东西一向是只敢想想的。是啊，夏雪可是咱们班男生心目中的女神，就连邹阳都对她痴心不已呢。说着说着，突然意识到不对，连忙轻咳了2声。不过夏雪却对你情有独钟，三天两头的往你这跑。以前大家都不太理解，说你是走了狗屎运。不过自从出了中午的事，大家都释然了，还说夏雪有眼光，看出你不是普通人物。是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，我当然不能例外。听了刘子红这一番马屁，还真是有些飘飘然了。不过曾经3年的被排挤生活，让我天性对他人有着一丝防备之心，所以面上也没太表现出来。别瞎说了，我们只是好朋友而已。心里却在计划着什么时候跟夏雪表白试试。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，刘子红停止了他的阔论。一天下来，我发现班上同学对我的态度果然有所变化，不再像以前一样刻意冷落着我，而是会主动找我说话聊天了。下课期间，甚至有几个女生拿着课本来找我问题。天地良心，她们明明比我学习好啊！还有几个男生拿着篮球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玩，我顿时感觉受宠若惊，差点跪下来谢主隆恩。今天本该我做值日生，可是根本不用我去擦黑板，刘子红就抢着帮我去做了。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地方发展。不过这时的我并不知道，一场更大的波澜还在前方等着我。这个世界上有种人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们根本不会记在心里，反而觉得你肯定好欺负。只有对他们坏，对他们狠狠的坏，他们才对你毕恭毕敬，奉若神明。呵呵，你还搬凳子，准备拿凳子砸我啊？你砸，我让你砸啊！我的手吃痛，只得放开了凳子。余光一瞥，旁边的刘子红已经不见踪影，他应该是去喊夜展了。我的心稍微安定了一些。孟亮怎么了？一个职院的，凭什么来管城南高中的事？我上早八的喊来吃人的人，了不起啊！我的肚子一阵绞痛，有什么东西快翻上来了。即便是邹阳，也从没有揍得我这么狠过。力哥，这是咋回事啊？
这个人敢欺负我弟弟，谁不知道邹阳是我狐狸的弟弟？哎呦，原来邹阳是您弟弟啊，我以前都不知道呢。我呼哧呼哧的喘着气，冷着眼看李杰他们的表演。我弟弟来城南高中上学，本来不想惹事的，所以就没有跟别人说我是他哥哥。这也不代表他就能随随便便被人欺负了。出了事还没有第一时间来找我，还是我自己打听出来的。喂，你和邹阳都是东关镇的，干嘛这么欺负人呢？我一点还手的力气、勇气都没有，所有的尊严都在这一瞬间被毁灭。我上早八的，拿1000越南盾来，不然这事儿不算完。力哥算了，都是学生，哪有1000越南盾？让他给邹阳道个歉算了。不行，非得1000越南盾不可。我弟弟被欺负这什么样了，我这个做哥哥的心疼啊！你还牛逼不？我的胸膛起伏，恨意在体内游走。我只恨那天太过手下留情，我狠狠地瞪着他。能喊来职院的人了不起吗？这个世界是钱的天下难。我的身体躺在地上，脸贴着冰凉的水泥地。红丽依旧在骂骂咧咧，而李杰始终在旁边演戏，好像每一句都是为了我好。哎呀，力哥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放过王浩这次吧。我和王浩一个班的，看到他这样，真的于心不忍了。不行，给我拿1000越南盾来，否则这事不算完。力哥，叶展，你终于来了。力哥原来是邹阳的哥哥，连我都不知道。力哥是来为邹阳出气的，我劝了半天了，一点作用都没有。叶展没有说话，我艰难地仰起头来，看到叶展的脸微微有些颤抖，他默默地看着我。从他的脸上，我看出了歉意，看出了无奈。我用口型说没事，我已经发不出声来了。这几个巴掌加上这一脚，让我一点力气也没有。叶展不傻，叶展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他看得出来李杰只是在演戏而已。这个红利100%是李杰叫来的人，只是邹阳在其中花了不少的钱，所以才发动这些人来演一出戏。叶展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你前几天带着王浩去欺负我弟弟的？其实谈不上什么欺负不欺负的，王浩是孟亮的把兄弟，王浩和邹阳闹了点小矛盾，亮哥让我帮着协调一下。毕竟大家都是同学嘛，还都是东关镇的，我带着王浩过去，他俩单挑了一下，后来不是没事了吗？哼！兄弟，对不住，这次找不住了。我少你个早八的！你说没事就没事，按你说的协调一下就是，让王浩往弟弟上撒鸡骨头，你也太不把老子当人了！老子还是城南高中的学生。力哥，不得不说，李杰的表演功力真的很强，装的还很像那么回事。叶展平时也挺尊敬您的，大家都在城南高中混的，他也不知道邹阳是您弟弟啊。他要是知道，就是打死他也不会去拦这个事情了。千万别动粗，千万别动粗，打王浩可以，千万别打叶展。好，那我就不打叶展了。红丽倒是很会救坡下驴，大概他和李杰都觉得叶展比我男人。怎么，你还要护着他？叶展，你这是何必呢？李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或许我是为了你好呢。你什么意思？以您的地位，当然可以不把孟亮放在眼里。可是他背后的人呢？你是说袁绍吗？我可不信他会为了王浩和我闹翻。万事说不归一个理字。邹阳是我弟弟，我好欺负他，我就要为他报仇。就算孟亮和袁绍站在这里，我也会据理力争，他们也拿我没办法。红丽，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啊？小白哥，小白哥！我定睛一看，只见从门口悠悠走过来一个人，长相颇为帅气，脸上露出迷人的笑容，身上散发出平民绝对模仿不来的贵气，几乎可以和电视中的明星相媲美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的身上，我甚至能感觉到班上的女生因为他的到来而屏住了呼吸。苏小白，你来做什么？一个朋友让我过来看看，看看能不能帮王浩说说情。雨成飞，一定是雨成飞！我的心热了起来，一定是雨成飞未卜先知，猜到麻烦还会继续，所以在城南高中又找了个人照顾我。想到他思虑的如此周到，我的心中更是感动莫名。不过这个苏小白究竟是何人？他真的能帮我逃过这一劫吗？这个世界上有种人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们根本不会记在心里，反而觉得你肯定好欺负。只有对他们坏，对他们狠狠的坏，他们才对你毕恭毕敬，奉若神明。小白哥，您可得好好说说。你就是王浩。苏小白的声音有种魔力，让人听来心中特别暖和。没错，我就是王浩。究竟什么事闹得这么大？邹阳不解地看着李杰，李杰冲他摇了摇头，显然不知道此人为何出现。苏小白，你连什么事都不知道就跑来帮人家说情？哼！苏小白，我知道你一向爱管闲事，但是这次是不是管得太宽了？这回真是朋友托我来帮忙的。谁托的你？是孟亮那小子，还是袁绍呢？都不是，是一个我无法拒绝的人。所以红丽，你给个面子，
看看这事如何解决。红丽看了看苏小白，苏小白只是笑。红丽叹了口气，好吧，谁让我也欠你个人情呢？这样，我本来还准备狠狠揍一顿王浩的，现在也不打他了，只要他赔1000越南盾就行了，可以了吧？我在心中急了，如果让我赔1000越南盾，还不如让他狠狠揍我一顿呢。我琢磨着苏小白如果是雨成飞喊来的，他肯定不会让我拿这1000越南盾的，所以就没说话。只能让到这吗？只能让到这了。苏小白，我是真没想到你会现身。苏小白点点头，依旧春风满面的笑容。那好吧，你给我面子，我就给你面子。说完又看着我，我也不问是什么事儿，不过能少挨一顿打，自然是好的。被红丽打过的人最少得躺1个礼拜，能拿钱解决的事就不是什么大事。一边说一边走近我，悄声说道：“缺钱的话到我这儿来拿。”我一愣，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但苏小白已经走开，冲红丽笑道：“嘿嘿，既然没事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小白哥慢走。”谢谢小白哥。苏小白摆了摆手，悠悠然朝着教室门口走去，转眼间就没了踪迹，和他来的时候一样悄无声息。看到他这样一来一走，不由自主地想起一句张飞写的诗来：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苏小白是配得上这句诗的。但是苏小白一走，红丽立刻恢复了凶神恶煞的面容。小子，限你明天中午12点前拿1000越南盾来，这次看在苏小白的面子上，就不动你了。以后要是再敢和邹阳叫板，我就弄死你！说完，红丽大步流星地朝教室门口走去，和苏小白的风度偏偏形成2个极端。邹阳像条犬一样连忙跟在身后。叶展，我先出去看看。幸亏苏小白来了，否则咱俩就爬不起来了。王浩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想到刚才挨打的模样被夏雪全部看在眼里，心里就说不出的丢人和难受。王浩，你有钱没有？用不用我先给你拿一些？不用不用，这钱我是不会拿的。啊？那你怎么办？没事，我自有办法。咱们走着瞧吧。说完，便拉着叶展走了出去。刚一出教室的门，班上同学风一声乱了起来，一个个都在兴奋地讨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。我的心乱如麻。虽然那苏小白是来帮我的，也悄悄告诉我没米去找他拿，但是我和他根本就不认识，怎么好意思拿他的米？而且拿了米就代表我认输了，指不定邹阳以后怎么欺负我。所以我决定还是和叶展去网吧找袁绍他们。这一次，我希望雨成飞能在。天哪，通宵一晚上，真困死我了。袁绍，我先回纸院睡会，咱们场子你看着点。我说宇哥，现在回去是不是有点危险？没多大事，聂远龙他们还暂时不敢拿我怎么样。对了，耗子的事儿如何了？我已经让孟亮他们去做了，应该没多大事。行，你看着办。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我不允许再出一点事。好嘞，宇哥。实在熬不住，我先回去了。好嘞，宇哥，你慢点儿。这个世界上有种人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们根本不会记在心里，反而觉得你肯定好欺负。只有对他们坏，对他们狠狠的坏，他们才对你毕恭毕敬，奉若神明。这苏小白是什么人？他也是咱们学校的混子吗？苏小白给人的印象是干净阳光的，和叶展、红丽他们这些草莽气十足的混子截然不同。苏小白不是混子，但是他在学校里说话却很管用。这是为什么？苏小白不是混子，但是他认识的人很多，找他帮忙的人也很多。苏小白用 A 的人情解决了 B 的麻烦，又用 B 的人情解决了 C 的麻烦，再用 C 的人情去解决 D 的麻烦。久而久之，几乎所有混子都欠着苏小白的人情。不只是红丽，我和李杰也都欠着他的人情。即便是有的人暂时还没找过他帮忙，但也保不准日后有用得着人家的地方。所以只要苏小白开口，谁都会卖他一个面子。慢慢的，大家也称他为爱管闲事的苏小白。他在人情世故这方面十分强悍，总是能和每一个人都保持着融洽的关系。可能和他的笑容有关，可能和他的风度有关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即便你知道他为人处事的方法，也是完完全全学不来的。原来如此，这个苏小白还真是个人才。那就是说，我也欠了苏小白一个人情。嘿嘿，是。所以说，等下次苏小白找你帮忙的时候，你也就不好意思推脱了。还是算了吧，我可没有能帮到苏小白的地方。哈哈哈，这可真说不上来。我说叶展，咱俩可是刚挨过打，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？这个问题我刚才就想问了。刚才一路走过来，叶展一直笑一直笑，他可是被红丽一巴掌扇倒在地上的。挨打怎么了？哪个男生从小到大没挨过打？无非是多和少的问题。像我们这种成天不好好学习的混子，挨打更是家常便饭。不过现在混得好了一些，能去打别人了。好家伙，你就那么看得开？看不开还能怎样？早就习惯了，好不好，大哥？
别看我们现在怎么风光，在高1年级的楼道里都能横着走了，看谁不顺眼就能上去踢他2脚。实际上呢，哪个不是被打出来的？就说李杰，他从小到大不知道挨过多少顿打，就是现在也保不准什么时候就又挨一顿。不是所有人出来混都有后台的，像我，像李杰，哪一个不是被欺负过来的？后来慢慢能拉起自己的一帮兄弟，慢慢能把拳头打到别人的脸上去，慢慢的大家开始承认你的存在，被人打，被人骂，被人欺负，有人因此一蹶不振，彻底被生活打垮，有人却能因此变得性格坚韧，奋发图强，开拓一片崭新的人生。我听着叶展的话，仿佛心里的那片阴霾被久违的阳光照到一般。初中3年被欺负的生活，让我自卑懦弱，处事不决，战战兢兢。可是现在，叶展的话仿佛在我心里生出了一棵小小的树，让我看到了许多希望。所以啦，被打不算什么，这一巴掌算什么？比这狠的我都挨过。我现在庆幸的去苏小白进来了，否则咱俩一定不像现在这么轻松，还能一边走一边聊天。所以说，我们应该感到庆幸了。连我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叶展的理论真是有趣，如果现在只是我一个人，心里早就不知道恨成什么样了。对了，这个红利又是个什么来头？他是高2的大混子啊，那是出了名的下手狠毒，亮哥还真镇不住他。邹阳和李杰找对人了，不过那家伙啊是个视钱如命的人，以后少不了继续吸邹阳的血。他有钱就让他花去呗。邹阳的父母在我们东关镇都是当官的，还真不缺钱。这么一路说着，我俩高高兴兴的就到了网吧。孟亮，你那俩小兄弟又来了，脸上身上都有伤，估计是又挨打了。怎么又挨打了？看着你俩还挺高兴的，不像是一副挨过打的模样。上次那件事还没完，邹阳又找来的帮手，这次把我俩人都给打了。咋回事？咋回事？袁绍不知道在看些什么东西，忙得挪不开眼睛，但是耳朵却是尖着的。妈的，谁打你们了？红利呗。那个王八蛋，我非得扒了他的皮不可。他说邹阳是他弟弟，这件事非管不可。是他个大锤子！那个家伙要不是因为钱才出的手，老子把自己的信儿倒过来写。到底咋回事？袁绍终于完事了，看来他是个真的很热爱传统手艺的人。当着孟亮和袁绍的面，我把中午的事情经过讲了一遍。我们肯定不会暗掏那1000越南盾的。不过苏小白不是我们找的人，不是你们。我很是讶异，回头又看了看这片职院的学生，仍是没看到宇成飞的身影。难道宇成飞单独联系的苏小白，连袁绍他们也没告诉？实在说不过去啊！如果苏小白不是他们找的人，那是谁会托他来帮我求情？我在城南高中并不认识什么人，苏小白更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来帮我。我看了看叶展，他也是一脸的迷茫，对我摇了摇头。袁绍紧皱着眉头，沉思了有一段时间，用足以让整个网吧都能听到的声音吼道：“我上早八的叶展，让你办点事也办不了，挨了打也是活该。你有多远就滚多远吧。”我惊讶地看着袁绍，完全想不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叶展的脸猛然红了，几乎整个网吧都看了过来。袁绍叶展他让你滚你就滚，还杵在这干什么？写几个身上可没骨头。这已经是侮辱人的话语了。叶展咬了咬牙，转身便离开了。叶展人不错，而且3番2次都很护着我，我不能说让他受这样的委屈。至于袁绍他们，我突然发觉混混就是混混，职院的混混也没有什么区别，都是如此的不可理喻，不近人情，心里自然油然而生出一股失望来。这个网吧聚集了城南高中、城南职院、北园7中的学生，叶展好歹也是小有名气的混混，突然被袁绍他们这样侮辱，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？这个世界上有种人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们根本不会记在心里，反而觉得你肯定好欺负。只有对他们坏，对他们狠狠的坏，他们才对你毕恭毕敬，奉若神明。张哥，叶展人不错，也很照顾我。这次碰上红利，他也没办法的。先别说这个，你先出来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袁绍刚刚说那些话呢，其实是为叶展好。我讶异地看着袁绍，想不通这是为什么。当着网吧所有人的面骂了叶展，怎么还能是为他好？我先问你，在这件事上，你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对吧？是的，如果我认了说，还指不定被邹阳怎么欺负他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为什么要把叶展骂走。红利既然出了手，这件事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叶展身为城南高中的学生，如果在这件事上还和我们职员的纠缠不清，恐怕会给他带来麻烦。我猛然愣住，完全想不到袁绍和孟亮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。城南高中、城南职院和北园7中这3所学校其实是两对立的局面。这3个学校的混混互相看不顺眼，总觉得自己才是最牛逼的。表面上大家和平共处，其实私底下的小纷争从来没有断过。三足鼎立，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。混混们平时的关系还是可以的，比如我们和红利他们。不过一旦涉及到两校对立，大家该干嘛还是干吧，下手不会留情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件事有可能发展为城南高中
和城南职院对立的导火索。只要你不想认输，我们就挺你到底。叶展如果还为我们做事，他在城南高中就混不开了。刚才网吧里3所学校的人都有，我们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大骂叶展，就是做给城南高中的人看的。原来是这样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想到因为自己会引起2个学校的混战，从心底里感到一阵阵的发凉。一旦开打，恐怕你在城南高中也混不下去了。我的手微微有些颤抖起来。如果我叫来城南职院的人对付城南高中的人，即便最后的结果是大获全胜，我在城南高中怎么还能混得下去？这是最坏的结果。当然，我们能不动手就不动手。如果合并解决，就是皆大欢喜。无论这事情最后发展成什么样子，叶展都不适合继续参与进来。我点着头，心头却是蒙上一层阴影。你自己考虑吧。考上城南高中其实不容易，虽然那个学校也有不少混混，但终究要比职院和北七强多了。当然，我只是把最坏的结果说出来罢了。这事情还是有一定机会和平解决的。那个红利很厉害吗？当然，也是城南高中数得上号的人物，不然李杰、邹阳他们也不会请他过来了。听到邹阳的名字，我的脑子又是一热。如果这是忍了，邹阳以后肯定会变本加厉的欺负，没准比在初中的时候还要更狠更过。如果在城南高中还是这样的生活，我宁肯不读这个学校。宇哥呢？为什么没看见他？昨天晚上又通了个宵，这会正在宿舍睡觉呢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交代过了，把你当成我们自己的兄弟。听到兄弟2个字，我的心头暖暖的。此生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，我也有兄弟了吗？眼泪不自觉地流下。哟，你哭了？哪有？如果能有这样一帮兄弟，即便去读城南职院，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吧。袁绍，那就麻烦你们了。那没事，你先回去上课，告诉邹阳和红丽，让他们下了课来网吧找我们。你们这是要打架吗？打屁！我刚才是吓唬你的，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我和红丽说说就行了。那好，麻烦你们了。快走吧！我开心不已，转头便走。只是我走得太匆忙，没有看到在自己转身之后，袁绍和孟亮一脸的愁容。孟亮，你去叫宇哥过来。王浩，你上课迟到，我身为班长，一定要好好管管你。是，那你想怎么着呢？他大概以为我服了软，更加得意洋洋起来。你要写一份检查，然后当着全班的面朗读。我写你个走吧！我发誓，这是我第一次说脏话，可是我觉得很痛快。尤其是我对邹阳说出写你个早八的时候，感觉比抽了他一巴掌还要痛快。班上有人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，原来是夏雪那个可爱的姑娘。接着，几乎所有同学都笑了起来，而邹阳的脸憋得通红。我挑衅似的看着他：“你竟敢骂我！”怎么着？哥们是觉得我上次没有砸着你的头吗？邹阳刚才还通红的脸，现在变得煞白起来。你敢？你知道我敢不敢？你敢再说一次，我就敢把君子兰扣到你头上。你！邹阳指着我，后面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大班长，我迟到了，你要怎么着呢？邹阳气得语气发抖，但是后面的话还是说不出来。写什么呢？写你早八吗？我发现脏话是会说上瘾的，就像抽蚊香喝米酒干架一样。邹阳，上课了，别打扰大家学习。我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，李杰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，感情每天上课斗地主的不是他。不过傻子也能听出来他是在为邹阳解围。都上课吧。邹阳这句话不知道是说给谁听，自己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。浩哥，你可真帅！刘子红一脸崇拜地看着我，这是第一次有人叫我浩哥，真是邪了门啊！我以前好好学习，尊敬师长，没有人叫我浩哥。现在我干架说脏话，现在竟然有人叫我浩哥，这个世界是怎么了？我想起来了，还有一个事没跟你们说。这句话的动静不小，班上的同学再次看向我们2人，谁都知道我们俩之间的情况，一举一动都可能爆发一场大战，几乎所有人的神经都是紧绷着的。我用余光注意到，连李杰都忍不住站了起来。我的一声叫唤，明显注意到邹阳的身子哆嗦了一下，难道说他现在心里有点怕我了？这个世界上有种人，你对他们好后，他们根本不会记在心里，反而觉得你肯定好欺负。只有对他们坏，对他们狠狠的坏，他们才对你毕恭毕敬，奉若神明。干什么？邹阳皱着眉头，还是在故意扮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。我突然想吓吓他，于是就站了起来，走向他的位子。你究竟想干嘛？我才没有傻到要和他打架。如果真打起来，我这个小身板确实不是他的对手。王浩，你想干嘛？李杰几乎是奔了过来。别紧张，哥几个，我只是和邹阳说个事情。是这样，你跟红丽说一声，就说袁绍让你俩下了课到网吧后街一趟。我们去干嘛？也不干啥，就说到咱俩的事呗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回来坐下，心里暗感好笑。邹阳现在竟然会怕我，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夏雪和刘子红换了位置。你脸上还疼不疼？被红丽甩了2个大巴掌，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真不错，没想到你骨头这么硬。嘿嘿，那还用说？
现在真像个男子汉。什么叫像？本来就是好吧。我看着他青葱一般的玉手，好想摸一摸是什么感觉。对了，你不仅认识孟亮，还认识袁绍啊？你是东关镇的，咋能认识这么多人？其实我不认识孟亮，也不认识袁绍啊？那他们怎么会帮着你？你不会是花米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哪有米去找人？那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认识不认识？雨成飞是我家邻居。雨成飞是职院的那个雨成飞吗？你也认识他？我知道他，也知道他长什么样，不过他不认识我。雨成飞可是个传奇人物。这是为啥？雨成飞是我家邻居，我没觉得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城高的老狗、麦子、砖头，职院的雨成飞、聂远龙、秋风，北七的七龙六凤等等，这些都是3所学校里拔尖的人物。不过里面最出名的就是雨成飞了。我更是好奇了，在我印象中，雨成飞就是个蔫蔫的人物，仿佛永远睡不醒似的。因为雨成飞从走红到当上老大，只用了1年的时间。只用了1年时间。雨成飞只比我大1岁，因为学习不好到城南职院念了中专，也确实只去了那个学校1年。这1年里，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神奇的事情？据说雨成飞刚到职院的时候，和你一样，老是被人家欺负。后来雨成飞就拉了一帮兄弟在城南职院闯了起来，先后干掉好几个大佬，慢慢取代了他们的位置。雨成飞从默默无名到崛起职院，只用了1年的时间，而且最关键的是，他是个外地学生。刚才我说的那些人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北原本地的，本地的学生混起来自然快一些，占着天时地利人和嘛。在北原这个地方，很少有外地学生能混起来的，不是说没有厉害的人物，而是本地的也不会允许外地生发展起来的，那不是抽自己人的脸吗？但雨成飞是个例外，他虽然是个外地生，但是不仅混起来了，而且混得很好，在职院绝对是呼风唤雨的人物。夏雪这一段说下来，搞得我心潮澎湃的，真心没想到雨成飞能这么牛逼。袁绍、孟亮都是跟着他混的，雨成飞手底下的学生都是这么出名，更别提他本人了。只要他和城高的几个大佬说一下，绝对能保你在城高平平安安的。看不出来，你对这些事情还挺懂的。其实我也不怎么懂，都是听别人说的。你知道我们女孩子嘛，总是喜欢听一些八卦。想想也是，每天围在夏雪身边的男生那么多，想知道这些事情自然是易如反掌。等我把这件事解决完，我就……解决完你要做什么？我鬼使神差的去碰了碰夏雪的手，果然和想象中一样的柔软润滑。你干什么啊？夏雪的脸一红，连忙把手往那边移了移。我是故意的，你对我真好。胡说什么呢？大家都是同学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嘛。那你怎么不去帮邹阳呢？邹阳？我不喜欢他跟在李杰屁股后面狐假虎威的，动不动就显摆他家里有几个臭米。听说他爸妈在你们东关镇都是当官的，嘿嘿，瞧把他给嘚瑟的。听到夏雪说邹阳的坏话，我也是高兴的不行。这一节课过着很是愉快。你去找红丽吧，我在教学楼下面等着。说完，我就很酷的出了门，到教学楼下去等人了。等了半天，红丽和邹阳还是没来。我无聊的看着来来往往的每一个人，突然看到了苏小白，她的身边还陪着一个漂亮的女生，那个女生挽着她的胳膊，很是一副甜蜜的样子。虽然谈恋爱是正常的，但是这里好歹是重点啊，就这样明目张胆了。话说回来，苏小白旁边的女生真是漂亮，精致的脸蛋，白皙的皮肤，和苏小白倒是挺配的。苏小白毕竟下午帮过我，所以我便打了个招呼。你好，小白哥。原来是王浩，在这干嘛呢？我在等邹阳和红丽他们。袁绍一会儿要和他们谈一谈。袁绍亲自和红丽谈的话，这事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这是嫂子吧？长得可真润。苏小白旁边的女生笑成了一朵花。谢谢哈，哈哈哈，她叫叶倩倩。我记住了。我看到苏小白的笑容，便也忍不住跟着笑起来。我想我知道她的人脉为什么那么广泛，这样一个爱笑的人，谁看到她都不会生气的。好，我先走了，那你等着吧。苏小白带着叶倩倩走了，又等了一会儿，红丽和邹阳才走了下来。我上你个早八的，又去找袁绍干什么？叫你拿1000花了豆，你小子不打是不是？你小子挺猖狂，找职院的人，以后我还想不想在城高混了？被他这一顿骂，我心里冒出一股无名火来，但现在不是和他生气的时候，所以强忍下了这口气。走吧，袁绍他们还等着呢。仿佛是看我吃了瘪，邹阳得意地看着我，还真是个狐假虎威的家伙。红丽一路走一路骂，我好几次都忍不住想拿起街边的砖头砸到他头上。好不容易到了网吧后街，袁绍和孟亮他们就在那儿等着，稀稀拉拉的10几个人，还是没看到雨成飞。哎呦喂，袁绍，干嘛弄这么多人？难不成还想打我一顿？瞧你说的，这么多人就非得是打架，就不能是列队表示欢迎吗？得了呗，你们职院的醉鬼了，说的话就不能信。一边说还一边看我，似乎是在告诉我，小伙子，看到没有，我和袁绍的关系很好，你的如意算盘要落空了。袁绍和红丽两人都笑了起来，从表面上看确实是一对好朋友呢。哦，对了，于成飞没来吗？他昨天通宵了，
这会在宿舍睡觉呢。我注意到红丽明显的松了口气。好了，说说王浩这事儿吧。行，我的建议是这事到此为止。那天孟亮让叶展过去，就是想让内事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叶展和李杰关系不错嘛，他们俩完全可以解决这件事情。我也听说双方已经达成协议，怎么就半途杀出来你这么个程咬金啊？袁绍，咱说话可得摸着良心。如果那天和平解决也就算了，可是你们的小兄弟未免欺人太甚，把鸡骨头撕碎了砸在邹阳的头上，这种行为也太看不起人了吧。第一是邹阳先把嚼碎的鸡骨头砸在王浩的身上，第二，王浩中午回到宿舍，邹阳他们把他的被子踩在脚下，这些我都没说错吧？究竟是谁侮辱了谁？嘿嘿，在教室的时候，邹阳不过是和王浩闹着玩，结果他像个疯子一样，抱着君子兰砸到邹阳的头上，还当着全班的面打了他一顿。这事儿有没有？我没说错吧？我发现了，红丽和袁绍二人的级别相当，就像叶展和李杰一样，现在又开始唇枪舌剑。邹阳在初中欺负了我3年，我是忍无可忍才下手的。我说红丽，这你都听到了吧？欺负了3年，就是兔子急了也咬人的吧？邹阳有这么一回事吗？没有，他纯粹是在胡说八道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瞪着他，心头的怒火再一次涌起。你们快看看，到底是谁欺负谁？袁绍，我可没见过被人欺负3年还能这么嚣张的，究竟是谁在说谎？无需多论了吧？这有什么稀奇的？以前被欺负不代表一直被欺负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嘛。比如我们宇哥1年前在职院不也是个人人喊打的懦夫？听到宇哥的名字，红丽明显又是一个机灵，迅速左看右看，才不屑地说道：王浩这个小可爱也有资格跟宇成飞比吗？这个世界上有种人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们根本不会记在心里，反而觉得你肯定好欺负。只有对他们坏，对他们狠狠的坏，他们才对你毕恭毕敬，奉若神明。大概在1年多前，也有人像你这样骂过宇哥，当然现在骂他的人更多了。红毅，咱俩的关系还算不错吧？给我个面子，这事就别再为难王浩了。王浩，你过来。叫力哥，以后在城南高中混，可离不了力哥的照顾。我心里自然是不愿的，但袁绍让我这么叫，便只好开口。我可没那个好兴致，再收个弟弟。我一听，正巴不得这样呢，便就坡下驴的闭上了嘴。行，不收他当弟弟也没关系，就别再为难他了吧。袁绍，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。我知道王浩是你们手下的小兄弟，所以出手也没有太重，只是扇了2个巴掌了事。不然以我的性格，他现在还站得起来吗？我可以不打他，但是1000欢乐豆必须要给。我上你个早八的！你敢再打他试试看？我上你个早八！我和袁绍说话，插嘴坤巴嘴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孟亮个子不高，但是看上去粗壮无比，一生气就会满脸通红。你不就仗着背后有麦子撑腰吗？牛逼什么？有本事跟爷爷过来单挑！哈哈哈哈哈！都坤爸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玩单挑？你们这么多人打我，还不是小菜一碟吗？还单挑的什么劲？来，一起上，弄活我算了！众人都是一脸的愤怒，却都是看着袁绍，等着他一声令下。孟亮，你少说2句，咱们今天是来谈和的，不是来惹事的。红丽，咱们2群人要打起来，后果可是不堪设想。我当然明白，但是我弟邹阳的这口气必须得出了。王浩这1000欢乐豆，他拿也得拿，不拿也得拿，而且还得跟我弟弟诚恳的道歉。面对红丽的咄咄逼人，袁绍不说话，而是从口袋里摸出一根蚊香来开始抽。红丽，你一定要做的这么绝。袁绍看起来神色有些憔悴。嘿，袁绍，不是我做的绝，是事已至此，由不得我。不过说真心的，王浩不过是孟亮的一个小兄弟而已，值得你为他费这么多的口舌吗？看着袁绍为难的样子，再看着红丽嚣张的模样，我的心中突然很是内疚。邹阳在旁边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他也能看得出来现在谁占着上风。10多个职院的人，竟然拿一个城高的红丽毫无办法。其实王浩不是孟亮的兄弟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说吧，王浩花了多少米请你们出马的？红丽，不要把所有人看得和你一样。你应该知道我们这群人不看重米的。我不管他是谁的兄弟，邹阳的这个头我是帮他出定了。他是宇哥的兄弟，我还是希望你能3思而后行。不是袁绍，没必要把宇成飞搬出来吧？王浩如果是宇成飞的兄弟，会是现在这个鸟样？你当我是3岁小孩子不成？我没骗你，我们不会允许王浩出一点点的事。你可别吹了，
他要是宇成飞的兄弟，那邹阳还是麦子的兄弟呢。好久不见了，耗子。给我砸！这个世界上有种人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们根本不会记在心里，反而觉得你肯定好欺负。只有对他们坏，对他们狠狠的坏，他们才对你毕恭毕敬，奉若神明。可算来了一个宇哥。宇哥，红丽用手一抹脸上的番茄酱，不可思议地看着宇成飞。我注意到他的腿肚子都开始哆嗦。邹阳立刻窜到红丽面前，一脸紧张。力哥，你没事吧？宇成飞打着哈欠走过来，明显的还没有睡醒。从小到大，我看他都是这个模样。印象中最深的一次就是坐在他家门口吃饭，半个小时过去的碗里的饭一口没动，走过去一看，原来他已经睡着了。在我心目中的印象，宇成飞整天吊儿郎当的，一点正形也没有，更是没把他当做过什么大哥看待。耗子，你还是没变。我的脸微微有些红了，有些激动，更多的却是感动。似乎每一个名字里有浩的人都会有个叫做耗子的外号，可是从小到大也只有宇成飞叫过我耗子。哥，你跟那说这么多废话干嘛？我这不是担心破坏了咱们两边的关系吗？有个屁的关系！谁拳头硬，谁才有话语权。我教过你多少次了，连这点事都搞不定，害得我觉都没有睡醒。这不是等您来给主持大局吗？宇成飞，你怎么能打我？我怎么就不能打你了？宇成飞，你为什么能打我？为什么不能打你呢？红丽呆呆地重复着这一句话，宇成飞也不得不重复了一次。你不能打我，我是麦子的兄弟，你不能打我。红丽没有躲避的勇气，也没有还手的勇气，语气中更是带着哀求。叫麦子来，亲自跟我说吧。王浩是我的兄弟，一条裤子穿大的兄弟，知道吗？我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宇哥，你放过我，放过我，我真不知道他是你兄弟。邹阳更是惊悚地看着这个场面，大概他完全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。凶狠嚣张的红丽在宇成飞面前连个大屁也不敢放，更别提甩起胳膊来和他对着干。哼，还不躺下？你是不给我面子吗？宇哥，我不敢了，真再也不敢了。还能说话，看来还是砸得不够狠。这一次，红丽好像按下了静音键一样，一点声音不敢发出，紧紧闭着嘴巴。这还差不多。宇成飞的神态自然的，就好像他刚才吃了顿沙县小吃一样。袁绍他们都是面露笑容，显然已经习惯了这个场景。我第一次看到宇成飞干架，第一次知道他下手原来是这么好。我不知道红丽到底伤势如何，但是他的脑袋四处都在冒番茄酱。邹阳打着哆嗦，我甚至能听到他牙齿颤抖的声音。我们见过对吧？我打过你，对吧？我则充满诧异地看着他们俩。宇成飞打过邹阳，什么时候？似乎有半年多了。宇成飞陷入苦苦的回忆中，但他显然还没有睡醒，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具体时间和地点。哎，我当时是为什么打的你？邹阳咬了咬嘴唇，没有说话。我的心中更是纳闷，难道邹阳得罪过宇成飞？好，你不说是吧？宇成飞的语气中没有半点威慑，甚至有些慵懒的味道。可是红丽还在地上躺着，她满脑袋的番茄酱就是血淋淋的见证，谁也不会认为宇成飞的话仅仅是慵懒。你当时让我以后不准再欺负王浩的。我一惊，没想到宇成飞竟是这个理由打的邹阳，而且还是在半年前。我回忆了一下，那个时间段里，邹阳似乎欺负的我更狠。看来你是没有听从劝告。宇成飞的身体很是瘦弱，不过个子倒是挺高的，在邹阳面前可以和他面对面的交谈。我听了。如果听了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。宇成飞将砖头举了起来，像之前一样来回的比划着。邹阳的呼吸浓重起来，他的眼睛不时瞟着地上的红丽。几分钟过后，他也要变成那个模样。还有话要说吗？我是东关镇的，能别打我吗？你欺负王浩就是死罪，你小子来了城南高中还接着欺负他，你够可以啊！我错了。邹阳的汗水从额头上渗出来，浑身不停地打着哆嗦。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是你后来还是接着欺负王浩，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？是我打得不够狠，还
还是你吃了雄心豹子胆？雨成飞用板砖摩擦着邹阳的脸，来来回回的，一下又一下。我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，却猜得到邹阳心里一定害怕极。尿了，他尿了！我连忙往邹阳看去，那里果然已经湿成了一片，而且一股骚臭味弥漫开来。职院的这些学生都哈哈大笑起来，有人甚至笑得弯下了腰。雨成飞不过说了几句话，用板砖在邹阳的脸上磨了几下，邹阳竟然就尿了裤子。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心中自然是十分的痛快。可是看着邹阳那副惨兮兮的样子，也有着一丝丝的怜悯。没有谁比我更清楚被人当众羞辱的滋味。邹阳现在一定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我想过了，他之所以敢那么明目张胆的欺负你，说到底还是根本就不怕你。如果你想彻底摆脱这个命运，就一定要让他怕你。究竟该怎么做？你明白的。雨成飞一说话，全场立刻就安静下来，也没有人再笑了。我接过了那块砖头，砖头是冰冷的，我的血却是热的。在被邹阳欺负的3年里，我在脑海里已经揍过他无数次，用各种家伙、各种招式，可惜那始终只是在脑海中意淫。现在这个机会摆在我的面前，我看了看躺在地上的红丽，依旧是满脸的番茄酱。红丽很害怕雨成飞，不是一般的害怕。邹阳也可以这样害怕我吗？我错了，王浩，别打我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邹阳的脸颊颤抖着，语气里全是乞求。王浩，看在我们都是同学的份上，放过我这次吧。你要多少米，我都给你。够了，别提米。这个世界上有种人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们根本不会记在心里，反而觉得你肯定好欺负。只有对他们坏，对他们狠狠的坏，他们才对你毕恭毕敬，奉若神明。王浩，我不敢了，真的不敢了。咱俩在初中还是同桌呢，你忘了吗？以前我还拿牛奶给你喝，你忘了吗？这个我倒是记得，我和邹阳刚成为同桌的时候，他给我拿过不少的零食吃。不过他是为了能够在考试的时候抄我的卷子吧，他一向是用这样的手段收买人心。可惜我那时是个本本分分的好学生，坚决听从老师的话。邹阳，你要是哪里不会，我可以专门讲给你，但是你不要抄我的答案。像你这样考不上高中，可怎么办呢？现在想想那时的我，真是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傻逼的味道啊！跪下！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，那样的冰冷和绝情，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无比。我变了吗？邹阳捂着额头上滴下的鲜血，充满诧异地看着我，似乎不敢相信他的耳朵。跪下！现场变得十分安静，雨成飞他们都在我的身后，我看不到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表情。邹阳嘴唇动了动，依然没有任何的反应。我让你跪下！上次在宿舍里，我曾悄悄对邹阳说过，还欠我一个跪呢。当时只是想吓唬吓唬他，没想到竟然一语成谶。只是如果他没有喊来红丽的话，也就不会有现在的事情发生了吧。邹阳高高胖胖的身子跪在了我的面前，我不用再仰视着看他，而是需要低头去看他。邹阳的裤子湿湿的，依旧散发着骚臭味。邹阳的额头上在滴着番茄酱，慢慢流淌在地上。邹阳的双膝跪在地上，显得那么卑微可怜。继续打，打到他服你为止。我服了，我服了。滚吧，随时欢迎你来报仇。其实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不想再打你了，那样只是脏了我的手。就这样放过他们，让他走吧，我不想再看到他。邹阳如获特赦，立刻转身而走，瞬间已经走开了数米之外。站住！你就不管红丽了吗？她好歹也是为你而来，你现在就看着她躺在地上。作为东关镇的老乡，不得不提醒你一句，如果你就这样走了，红丽日后还会好好的收拾你一顿。邹阳听了，连忙奔回来，将红丽背了起来。邹阳身高体壮，背着红丽也不是个事。红丽肯定不会放过邹阳了。我也才反应过来，雨成飞真是挑拨离间的一把好手啊！怎么样，耗子，够不够解气？太解气了，宇哥，这次谢谢你了。哎，少来，跟我还说谢谢吗？走，咱们到网吧耍去。对的，宇哥，你以前还打过邹阳吗？之前的确打过，你不是被邹阳欺负，和你妈抱怨过吗？你妈又和我妈说了，当时我就在旁边，所以就寻思着帮你报仇。有天上街正好遇见了，就把他提溜到了巷子里，狠狠揍了他一顿。他当时说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，没想到这家伙还是本性不改，看来还是打得轻了。我现在知道邹阳为什么欺负的我更狠了，原来是把这口气撒在了我的头上。走了，你们都出来了，谁帮我升级？我不是说过吗？我的号一定要24小时不下线的吗？宇哥，你先别急，我哪能忘了这事？老张他正帮你练着呢。老张就是网吧的老板。雨成飞一听，这才露出了笑脸。不错，这事儿办得不错，算是功过相抵了。耗子这件事儿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
以后再碰上红利这样的，直接给我往死里揍！天大的事儿有我顶着呢。众人的神情都是振奋不已，各自脸上露着笑容。这事儿不怪袁绍，是我没处理好，让王浩又受了些委屈。天哥，千万别这么说，大家已经很照顾我，要是没有你们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几天也没受啥委屈，就是挨了红利2耳光而已。苏小白也没让他继续打我。哦，是苏小白，你和他处好点关系，以后少不了找他帮忙。好的，宇哥。哎，说真的，你那天毛起进来拿花盆砸了邹阳，就没有想过找不到我怎么办？我想过，如果找不到你，我就收拾铺盖回家，这学也不上了，省得再被邹阳欺负3年。好，有骨气，早该这么干了。宇哥，我们今天把红利揍了，那麦子怎么办？这个嘛。宇成飞陷入了沉思。我听夏雪提过麦子这个名字，在城南高中确实是了不得的人物，跟职院的宇成飞是一个级别的。不过听夏雪的意思，在城南高中里，倒也不是麦子一个人说了算的，还有另外2个牛逼的大哥，一个叫老狗，一个叫砖头，都是名号响当当的人物。宇成飞似乎也对麦子这个人感到十分棘手，半晌都没有说话，大家也都是没有吭声。我的心中一阵难过，给他带来这样大的麻烦，真是叫我心中过意不去啊。可是过了约莫5分钟，宇成飞还是低着头，显然还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。我的脑中也是千变万化，甚至想在身上绑着 TNT 去跟麦子同归于尽。宇哥，宇哥，宇哥，不是吧，宇哥，这样你都能睡着？宇成飞果然是睡着了，此刻迷迷糊糊的睁开了眼睛，看着众人，眼神中露出迷茫之色。咦，我不是在宿舍吗？怎么到这来了？宇哥，你都到这半天了，刚才不是帮耗子收拾红利和邹阳了吗？宇成飞的睡觉功力，我不是第一次见识到，所以也没有表现得太过奇怪，反而哈哈大笑了起来。以前我妈就悄悄跟我说，宇成飞这孩子哪都好，就是天生缺少精气神，什么时候看着都是迷迷糊糊的，也不怕走路撞了电线杆子。耗子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呢？我一拍脑门，完了，宇成飞的瞌睡病是越来越严重了，现在都进化到有健忘症了。宇哥，咱们刚才还说话来着，你都忘了？我逗你们玩的，真以为我什么都忘了。其实我也没有睡着，刚才只是在思考问题。那宇哥，你思考了这么久，该有个对策了吧？陈高的麦子怎么办？咱们打了红利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嘿嘿，麦子，那个王八蛋进拘留所了，不然我能肆无忌惮的打红利吗？什么？进拘留所了？对，这小子在外头吃沙县小吃，跟老板打了架，估计没个15天是出不来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我们咋不知道呢？大概半个小时以前吧。麦子那暴脾气，真是一点就炸。哈哈哈！半个小时以前，我心中充满惊愕。宇成飞来到这里已经差不多半个小时了。如果麦子也是在半个小时以前进的拘留所，他又是怎么知道的？莫非这家伙有未卜先知的功能？我看看袁绍，显然他也和我一样的想法。想不通了吧？当然是我提前安排好的。红利过来和你们谈判，提前已经知会过麦子一声了，就怕发生什么冲突。麦子这家伙领着人在外面吃沙县，随时会冲过来和咱们干架。我倒不是怕了他们，只是觉得耗子也在这里，怕他不小心被误伤了，所以我安排了沙县小吃的老板故意找他的茬，往他碗里放了整整1罐的辣椒。麦子那家伙当时就忍不住了，哈哈哈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心中对宇成飞的感激之情更加深刻，同时也对他的狡猾感到十分的佩服。妙在，宇哥，你是我心中的第一偶像。只是我想问问，15天以后怎么办？耗子，为了你的安全，退学吧。什么？这个世界上有种人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们根本不会记在心里，反而觉得你肯定好欺负。只有对他们坏，对他们狠狠的坏，他们才对你毕恭毕敬，奉若神明。既然要向夏雪告白，就得付出行动。从第2天起，我便承担起了帮夏雪买早餐的任务。食堂的饭太难吃，怎么能让我的女神吃那些东西？我一大早就会跑到外面的早点摊子上，给她换着花样买包子、豆浆、油条等吃的。我给夏雪送饭的时候，夏雪很是开心。咦，你帮我买了饭啊，你真好。但是如此3番2次，夏雪有些奇怪。王浩，你怎么一直给我买饭？你也是学生，可没多少钱啊。没事，我去吃饭的时候顺便给你买的。也花不了多少米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找来各种各样的笑话讲给夏雪听，整天逗得她前俯后仰，哈哈大笑的。每天下午2节课后，我还会帮她去图书馆占座，帮她借她最喜欢看的小说。这些天来，我们一直黏在一起。浩哥，你和夏雪是不是在一起了？没呢，不过我想快了。
平日里围着夏雪的男生虽多，但自从我在班上成功逆袭，狠揍邹阳一顿之后，再没人敢跟我抢着向夏雪献殷勤了。有几个不开眼的还想凑过来和夏雪聊天，也被我狠狠瞪过一眼后就害怕的离开。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表白契机，能够让夏雪为我的真诚感动。这些日子里，我在城南高中的生活也是平静如水。红丽被雨成飞拍了好几砖头，又没有麦子的庇佑，她是暂时不敢再来找我的茬了。而邹阳见到我更是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的躲着。有一件事倒是特别有意思，我在校园里遇到过很多次苏小白，只是每次他身边的女生都不太一样。哦不是不太一样，是根本就没有重样过。再一次见到苏小白的时候，是在城高的食堂门口，我热情地向他打招呼：“好久不见了，小白哥。”我当然还记得他的女朋友叫做叶倩倩，便满面笑容地向他旁边的女生看去，并开口叫道：“嫂子。”话还没有说出来，我发现这个女生不是叶倩倩，幸亏没有喊出口，不然就糗大了。那时的我还比较单纯，以为这只是苏小白的同学而已，还想着这女生长得真是漂亮，身材也很惹火，完全不输给叶倩倩啊。但苏小白的下一句话却完全惊到我，她当然还是像以前一样散发出迷人的笑容：“是王浩。”这是我女朋友迪丽冷巴。原来是苏小白换女朋友了，这倒也没什么奇怪，他长得这么帅气，有这么风度翩翩，换几个女朋友也不是什么稀奇的大事。于是我马上笑容满面：“嫂子好。”好了，王浩，我们走了。苏小白摆摆手，拉着迪丽冷巴走了。还有一次在篮球场上，我和刘子红过来这边散步，再一次见到了优雅帅气的苏小白。苏小白身上有一种魔力，他脸上的笑容更是一种催化剂，只要他出现的地方，必定成为所有人的焦点。你好，小白哥。哦。原来是王浩，我看向他身边的女朋友，再一次愣住了，又是一个不输给叶倩倩和迪丽冷巴的美女。这是我女朋友朴果畅。苏小白还是微微笑着，好家伙，我已经无语了，这换女朋友的速度太快了吧，简直就是一天换一个啊！嫂子好。第三次见到苏小白的时候，是在学校操场上，我和宿舍几个同学饭后散步的。话说我打过邹阳之后，他们就不排挤我了，反而抢着和我在一起。然而在这里又见到了苏小白，苏小白真是行踪鬼魅啊，每个地方都会去一去吗？小白哥，好久不见。我打过招呼后，迅速看向他旁边的女生，果不其然，这一次又换了一次。好久不见，这是我女朋友朴昌凡。好一个美女啊，我看得心生妒意。我们这些人连一个女朋友也没有，而苏小白这样高富帅一天换一个，真是不公平啊！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偏心？为什么？连着过了4、5天，我见了苏小白大概有7、8次，每次他的身边都是不一样的女生，个个模样漂亮，身材惹火，随便一个都是班花级别的女生。我怀疑他是不是和全校的美女都有一腿，而且他的行为如此高调，女朋友换得如此频繁，大家应该也都看在眼里。为什么还是有女生会前仆后继地扑进他的怀中？而且每一个在他身边的女生都会表现出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，要多温婉有多温婉，要多淑女有多淑女，尽力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现给苏小白，即便他们知道明天过后自己就会被换掉。苏小白这种人真是男生公敌啊！你好，小白哥，又见面了。我在校园里再次见到苏小白，然后迫不及待地看看他身边换了哪个漂亮女生，竟然是第一次的叶倩倩。叶倩倩挽着苏小白的胳膊，很是开心。王浩，好久不见了。我心想，确实好久不见，你被苏小白甩了几天，我就有几天没见过你了。不过我还是乖乖地叫着。嫂子好。嫂子吃过了没？这个女朋友之前给你介绍过，我就不再重复了哈。苏小白仍是一脸的笑意，我简直三观炸裂。苏小白的话多霸气，一点都不介意叶倩倩的感受。不过叶倩倩也丝毫不生气，反而靠着苏小白更加近，仿佛一不小心她就会飞走一样。看着苏小白如此肆意的畅游在情场之中，我是又急又妒，想着我和夏雪的事情，决心要加快步伐了。我在宿舍里说出了我的计划，大家一致表示出强烈的同意，并纷纷为我出谋划策，出米出力。计划很俗套，我这人也想不出什么烂漫的点子，就是学着电视里的模样，在教学楼下面摆了一圈心形蜡烛，然后手捧着一束玫瑰，让宿舍众人跟着我一起大喊：夏雪，我爱你，做我女朋友吧！夏雪，我爱你，做我女朋友吧！在大学里，这种行为十分普遍，但在高中几乎是没有的，因为高中明令禁止谈恋爱，尤其是城南高中这样的重点学校。如果我被逮到，记得大过都是轻的，没准还得请父母过来。不过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反正我都是要离开城高的人了。一想到自己要离开城高，就更加肆无忌惮了。夏雪，我用最大的声音喊着：夏雪，我爱你，做我女朋友吧！不只是学生们纷纷走了过来，就连老师们也都出来看热闹。哎呦，那是哪个班的学生啊？现在的孩子可不得了啊！哎呀，真是太浪漫了！夏雪怎么还没出来啊？话说夏雪是谁啊？各种各样的声音钻进了我的耳朵，但是我才不管他们呢，反正我都要离开城高了，这是最后的疯狂了。夏雪，我爱你，做我的女朋友吧！一遍一遍的喊着，嗓子都快喊哑了。快看，夏雪来了！果然，我看到夏雪从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出来，她美丽的令我几乎窒息。我呆呆的站着，看着夏雪一步步向我走来。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吗？我极力压制着内心的冲动。这就是夏雪吗？果然挺漂亮的。哪个班的？以前怎么不知道？夏雪，你终于来了。
我想过了，我们每天在一起都很快乐。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请你做我的女朋友吧。我在等着夏雪的回答，我知道她一定会同意的。我们心中就是这样拥有默契。可夏雪的表情却不太自然。怎么了？我奇怪地看着她，身边仍然充斥着乱七八糟的声音，有人喊着夏雪的名字，有人喊着我的名字，还有人说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但是我的眼中，我的世界中，唯有夏雪一个人而已。王浩，谢谢你这样费心的向我表白。夏雪咬着嘴唇说出了这一句话，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呼吸也随之浓重起来。可是夏雪低下了头，我的胸腔起伏不定，心中像是有乌云渐渐聚拢过来一样。可是什么？可是我有男朋友了。这个世界上有种人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们根本不会记在心里，反而觉得你肯定好欺负。只有对他们坏，对他们狠狠的坏，他们才对你毕恭毕敬，奉若神明。怎么会？夏雪竟然有男朋友，我们两个每天在一起，从来没听她说过有男朋友，也没见她有过男朋友。是真的。是哪个班的学生？班主任是谁？给我滚！都发了天了，给我把他弄到教务处去！还不信治不了他了。几个保安同时上来扭住我，我仍在一遍遍重复问着夏雪是谁？他是谁？几个保安开始动粗，有人狠狠踹了我一脚，还有人使劲用拳头砸着我的头，试图把我击倒。别动他！哎呀，你们别动他！夏雪，告诉我是谁？告诉我他到底是谁？我的心很痛，远远大过身体上的痛。是苏小白。我整个人愣住，扭着我的几个保安终于可以不再费劲的拖走了我。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是他呢？为什么会是苏小白？他是帅气，可他花心；他是迷人，可他滥情。校园中的人群渐渐散去，一场好戏终于到了头。我被拖到了阴冷的教务处里，教务处里一个人也没有，我就像是被关了禁闭。突然想起那次红丽打我的时候，苏小白突然出现帮我，那时我以为是雨程飞托他照顾我的，现在想想，其实是夏雪把他叫下来的吧。要不然的话，苏小白凭什么帮我打败苏小白，将夏雪抢过来？这种念头我根本就不敢动一下。苏小白是什么人？他的全身笼罩着光环，就像是从童话里走出的王子，就是他的脚都有女生抢着要去闻的。我看着自己瘦弱的身材，土气的衣服，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自己根本长得不帅。果然，追夏雪这种美丽的女孩子，根本就是痴人说梦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！真是可笑，竟然还真的以为夏雪喜欢我。现在我要沦为整个班上的笑柄了吧？但是管他呢，我就要离开城高了。我现在只能用这个理由安慰自己，离开城高，离开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。耳光王，城南高中擅长打人的老师有3个，被学生戏称为3大天王，分别是南拳、雷腿、耳光王。这个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耳光王了，被他扇过耳光的学生不计其数，甚至发生过学生被打穿耳膜的事件。哪个班的？猜。说什么？猜呀，给你3次机会，看你能不能猜中。早八的敢玩我！你是不是想被开除？耳光王觉得吓唬一个学生最好的方法就是威胁要将他开除。好呀，求之不得呢。你这家伙很想被我开除吗？没错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转学到职院。你的五香牛肉麻辣屁，那种混混成群的学校，你怎么会想去？你管我，就是想去。这家伙有神经病吧？你才有神经病呢！没事就打学生耳光，不知道有多少人骂你神经病呢。我以为我骂出去这句话后，耳光王肯定会雷霆大怒，抓住我好好痛打一番的。但是耳光王却哈哈笑了。好，早八的，你是第一个要求退出城南高中的学生，也是第一个敢和我对骂的学生。我对你是越来越好奇了。说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看看是哪个王八蛋竟然这么带种。不想说，就是不想念了。是因为刚才表白没成功吧？看你那没出息的样，难怪女生不喜欢你呢。关你什么事？你还打不打了？不打我就走了。开除什么的也随便你好了。我琢磨着这句话一出，耳光王估计得一巴掌扇上来了。不过他只是摆了摆手。行，你先走吧。我讶异的看着他，耳光王却不再看我，坐回了自己的办公桌。我出了教务处，失魂落魄的回到自己班上。王浩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教务处主任没怎么你吧？我摇了摇头，我感觉自己精疲力尽的，没有一丝多余的力气说话。王浩，你别这样。我面无表情的抬起头来，面无表情的看着他。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害怕。难道你一点也不喜欢我吗？王浩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没有理他，只是牵起了夏雪的手跑了出去。大爷，我要出去，我有急事。哎，你不是在教学楼外面摆着蜡烛表白的那个吗？这就是那个姑娘。我哭笑不得，浑没想到自己已经出名到这个地步。看门大爷把门开了，头扭到一边。本来是不让出去，意思已经很明确了。我拉着夏雪的手，一溜烟就出了校门。你干嘛啊？夏雪，做我的女朋友吧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王浩，
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我有男朋友的。你知道他是什么人？他几乎每天都换一个女朋友。他没有换过女朋友，包括我在内的那些女生都是他的女朋友。怎么会？一个人怎么可以同时拥有那么多女朋友？是真的啦，没办法啊，想要做苏小白的女朋友，就必须容忍其他女生的存在。这是和苏小白在一起时，他明确告诉我们的。他是不是强迫你们了？我显得特别着急，这根本不科学啊！没有啦，都是我们自愿的。这实在太不科学了。苏小白就像是皇帝一样，同时拥有那么多漂亮的女朋友，在这个大部分男人都还是光棍的情况下，一个人独占这么多女生，还真是天理不容啊！苏小白是那种女生一看就会爱上的男生，为了他要死要活的女生绝对不在少数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他身上就是有一种魔力，能让我们女生死心塌地的爱着他，即便他还有其他的女朋友。听了夏雪的话，我几乎快要吐血了。我的天，你们疯了吗？苏小白不就是长得帅一点，至于这样吗？我以前一直以为苏小白只是换女朋友换的情，没想到他是同时和这么多女生在谈恋爱。有苏小白在身边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，嘿嘿，所有女生都会投来羡慕的目光，和他在一起就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这个世界上有种人，你对他们好后，他们根本不会记在心里，反而觉得你肯定好欺负。只有对他们坏，对他们狠狠的坏，他们才对你毕恭毕敬，奉若神明。你想干嘛？嘿嘿，也没啥。你饿了不？我给你削一个苹果。我不饿，你要是饿的话，你先吃吧。夏雪，我问你，你看着苏小白和其他女生在一起，你会感觉到吃醋吗？不会啊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苏小白这么帅，大家当然要抢着做他的女朋友。这就对了，爱一个人当然是想要拥有他的全部，怎么可能看着他和其他女生在一起而不吃醋呢？这就足以证明一点，你根本就不爱他。不，我爱他。我们初中就在一个学校，我收集了很多他的照片，给他写过很多的情书。看他身边的女生不够漂亮，还会生气呢，觉得这样的女生怎么配得上苏小白呢？我的天，真是个大聪明。你说什么？谁是大聪明？没事没事，我一定会让你明白，你爱的根本就不是苏小白。那我爱谁？是我。啊，王浩，你是个好人。不过我喜欢苏小白已经很多年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我还喜欢东北于姐很多年了呢，也没想舔她的脚呀。这可不一样。等着瞧好吧。我心里已经有了计划，接下来只要实施就可以了。不过时间不剩下多少，我只能加快速度。你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还让我牵你的手呢？我是怕你生气，我特别害怕看到你生气的模样。先前在教室的时候，你那样面无表情的看着我，真是吓坏我了。你打邹阳的时候，就是那个眼神。对不起。没关系啦，王浩，之前你在教学楼底下表白，我走过去的时候，差点就要冲动的接受了。不过想到苏小白还是狠心拒绝你了，当时好害怕会失去你这个朋友。夏雪口口声声的说我们只是朋友，可我们却手拉着手沿着湖边散步，在外人看来，说不是情侣都不太可能吧。其实连我自己都有点糊涂了，到底怎么才能算是情侣？我们逛了一会儿，才慢慢返回学校。门房大爷看到我们回来，笑的眉毛都快弯了。我知道他一定是以为我已经搞定了，但是其中的苦只有我自己才知道啊。好家伙，浩哥牛逼啊！我们班男生现在都以你为荣，你是成高第一个打败苏小白的，果然魅力无敌啊！什么时候请兄弟们吃饭呀？我可没那么多米，邹阳有的是，你们找他去好了。刘子红满面通红，不再说什么了。我似乎成了学校里的名人，我找人打了红利这件事慢慢传遍整个学校，很多同年级的学生看到我时有种躲避的眼神。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和叶展、李杰是同级别的混混，所以我身边多了几个小跟班，大概是希望出了事能有我罩着。宿舍几个同学很以我为荣，四处帮我吹着牛逼，说我怎么打的邹阳，怎么打的红利，怎么搞定的夏雪，仿佛他们都是亲眼所见、亲身所历一般。有天晚上，我在宿舍的床躺下，正准备睡了，宿舍里有个同学突然闯进来，哭丧着脸：“浩哥，我被人打了，你得帮帮我。”怎么回事？你慢慢说。我悠闲地打了个哈欠，做出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。今晚上在食堂打饭，我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，当时没跟他道歉，他就骂了我几句，我也骂了他几句，后来大家就散了。我以为没什么事，结果下了晚自习被他拖进厕所里打了一顿。这个同学鼻青脸肿的，看来确实受伤不轻，心里的委屈就更别提多大了。找我干什么？你找李杰去啊，他不是咱们班老大吗？现在你是咱们班老大了，而且李杰只认你，没你他可不管的。哼，你觉得我就一定会帮你？我冷笑的看着这位同学，想当初他也帮着邹阳排挤过我。浩哥，他们都说你是好人，都说你心善。
你一定要帮帮我。那人说以后见我一次打我一次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没理他，自顾自地点了根蚊香。浩哥，我又看向他，惨兮兮的脸上挂着几颗泪水，确实还蛮可怜的。哎，算了，走吧。跟着那位同学走进了另一间宿舍，也是我们高一年级的。宿舍里本来气氛挺好的，我一进去，他们看清我的模样后，气氛就立刻凝结成了冰点。谁打的你？就是他。我仔细看了看那人，确实膀大腰圆，估计和邹阳有的一拼，我是肯定打不过他的。该怎么办？你自己知道的。你不是牛逼吗？你牛逼啊！我浩哥来了，你有本事再牛逼一个看看啊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。其实刚才我确定打不过这个学生后，便准备让我同学给人家道个歉，大家握手言和就算了，所以才说该怎么办你自己知道的。结果同学显然会错意，以为我在给他撑腰，让他随便打，于是胆大包天的一脚就踹了过去。我去，这是要害死人的节奏啊！那个膀大腰圆的学生收拾我俩绝对没问题，况且这是人家宿舍，只要把门一关，我俩就成砧板上的羔羊了。但是那个学生没有还手，宿舍其他学生也都安静地站着，没有谁出来拉架和打抱不平。记住了，我们班老大是浩哥，以后走路长着眼睛，别跟瞎了眼似的。宿舍的众人都露出恐惧的目光，我和同学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走了出来。浩哥，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没事没事，我摆着手，也只能这么说了。宿舍其他人纷纷围拥过来，询问着同学刚才发生的事情。浩哥老牛逼了，往那一坐，他们没一个敢喘气的，就跟进了停尸间一样。是浩哥给了我无穷的信心和勇气，让我得以把这个大球给爆了。什么邹阳、李杰的，全都屁用没有，还是浩哥最靠谱。我以后就是浩哥最忠实的小弟了。宿舍其他人都纷纷投来尊敬的眼神，让我着实有点不大习惯。这件事发生之后，班上陆陆续续还有几个同学找过我，大多是受了别班的欺负。我每次都一样，往那边一坐就没人敢吭声了。我突然觉得混混其实也没那么难当，只需要一战成名过后，其他时间只需要板着脸，做出一个面无表情、面若冰霜的模样就够。最起码的，我的名声在高一年级迅速走红起来，走到哪里身边倒也能跟着几个鞍前马后的小兄弟，差不多是和叶轸、李杰他们齐名的小头目之一了。为了让夏雪认清他其实爱的是我，而不是什么大众偶像苏小白，我的计划也要抓紧执行了。这几天正苦苦寻找下手的目标。这天在食堂吃饭，我和身边几人刚选好位置坐下，一抬头便看到对面坐着一个女生，我的心中像是被电击了一下。这个世界上有种人，你对他们好后，他们根本不会记在心里，反而觉得你肯定好欺负。只有对他们坏，对他们狠狠的坏，他们才对你毕恭毕敬，奉若神明。我叫桃子，北原是本地人，父母是普普通通的上班族。我还有一个哥哥叫砖头，家里头虽然过得不是非常富裕，但也是个温馨幸福的小家。我们虽然很穷，但我们过得很开心，很充实。我原以为这种温馨会永远，没想到在我13岁那年，我的父母因车祸命丧街头。那天正好是我的13岁生日，父母为了给我过生日，早早去蛋糕店买了蛋糕。被车子撞飞后，爸爸手里还紧紧握着给我买的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那是我的13岁礼物。葬礼上来的人不多，大家送完花后陆续离开。5年了，我已经不记得那天了，只记得我在爸爸妈妈的葬礼上哭得撕心裂肺，晕倒了过去。是哥哥把我抱回了房间。但是生活总要继续，我们还要继续活下去，这也是爸爸和妈妈他们想看到的。哥哥在一旁拉着我的手安慰我，看似坚强的他为了操办葬礼仪式，几天几夜的不睡觉。我也知道他只是个14岁的男孩子，他瘦弱的肩膀上扛了不该属于这个年纪的责任。爸妈留下来的积蓄不多，除去我们上学的费用也没多少了。而哥哥这几天总是早出晚归，回到家总是很疲惫的样子。桃子，我找到兼职了，以后我能养活你了。我不知道哥哥找到了什么工作，我们年纪这么小，哪有人愿意雇我们呢？但有时我能从哥哥的肩膀上闻到一丝泥沙的味道。哥哥这几天总是早出晚归，而且回到家总是很疲惫的样子。这天哥哥如往常一般，一大早就出了门。好奇的我跟在他背后，想一探究竟。哥哥早早的来到了码头，熟练的扛起了沙袋，开始了他已经逐渐习惯的一天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老板一开始根本就不要他，嫌弃他年纪小，又干不了多少活儿。为了能留下来，他干的活儿是别人的2倍，工资却是别人的1半。可是他只有14岁，为了养活自己和我，他只能这么干。我的心很痛，而哥哥却开心地告诉我，没事了，哥哥这样既能赚到米，又能锻炼身体，你看多好。我只看到了哥哥本该稚嫩的手掌，上面却布满了老茧，因为力竭还在微微颤抖着。为了减轻哥哥的负担，我也想做些什么，
可是因为我年纪小，所以也没人愿意要我干活，我只好去垃圾堆里翻瓶子。一个饮料瓶1分钱，一天我能捡到300个瓶子，有的时候运气好一点，能有500个，嘿嘿，那就是5块钱了。哥哥发现了我在捡瓶子后，狠狠地骂了我。他不想我每天做又脏又累的活，可是我还是偷偷的去捡。哥哥可真是个自私的人，为什么他就可以天天起早贪黑的去干活，却不让我为他分担一些呢？我讨厌他这么自私，不过我真的好爱他呀。我和哥哥的成绩都很好，凭着优异的成绩，我们俩都考入了城南高中，而且年年都拿奖学金。我们的生活在慢慢变好。刚开学的时候特别有意思，不知道为什么学校里不时有几个小混混盯上了我，隔三差五的向我献殷勤，想让我做他们的女朋友，可无一例外都让哥哥打跑了。扛了3年的沙袋，让哥哥的身体素质变得远远超过了同龄人，赤手空拳能打5个人，要是有砖头在手，甚至一个打10个都不是问题。凭着自己超乎常人的武力，一时间哥哥的风头盖过了我，竟成为了校园里的风云人物，成为学校里的3大佬之一，有点让我哭笑不得。不过哥哥好像从来都不在乎这个，他只想让我好好考上大学，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份工作，再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嫁了。这好像是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一个风云人物，王浩。听说他在初中挨欺负，挨了3年，也是个可怜的人呢，最近才慢慢崛起，把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通通揍了个遍。咦，不是我的错觉吗？他为什么老是盯着我看？咦，他怎么走过来了？他想干什么？完了完了！同学你好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我战战兢兢地回答。我听说过他的事情，他不是才跟他们班的夏雪表过白吗？怎么又找上我了？这个人好奇怪呀。好在他没有继续缠着我，回到了自己的座位，没吃几口我就匆忙离开了。桃子姐，这是咱们浩哥给你写的情书啊。啊，我也不是第一次收到过男生的情书，从小到大有无数的男生给我写过，可是都被我不想谈恋爱，学习为重拒绝了。可是这份情书好像不太一样，千言蹉跎，来日无多，20粒珠，请来吻我。哎，这不是莎士比亚的诗吗？这个人这么有文化的吗？我知道了，让王浩下节课后来找我吧。一个小混混也能写出这么优美的诗吗？我心中满是好奇。怎么样，考虑好了没？做我女朋友吧。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哎，我给你写的情书，你要是没那个意思，就别拿我开心。我是真心想和你在一起的。怎么样，给我个机会吧。能别这么快吗？好吧，就按你说的，咱们发展慢一点。那咱们今天晚上就拉拉手，其他什么也不做。哎呀，你真是个小混混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叫我过来是为了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注意到你的情书里引用了不少莎士比亚的情诗，请问你对莎士比亚有研究吗？读过他的多少书呢？对我来说，莎士比亚的书不仅只是爸妈留给我的最后一件礼物，也是我对他们的浓厚思念。别这样看着我啊，我对莎士比亚的作品很感兴趣，但不知为什么老是读不进去。有些作品又臭又长，完全看不出美在哪里，所以我也很着急，就想找个行家来问问是怎么回事。看到你把莎士比亚的情诗信手拈来写进自己的情书里，就看得出你对他的作品一定有很深的了解。那是当然，莎士比亚的4大悲剧以及4大喜剧，我可以说是倒背如流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觉得莎士比亚的悲剧更加动人，不过这些都及不上他那154首的14行诗更加动人。啊，能给我详细讲讲吗？当然可以了。那就太好了，没想到你这样的小混混也这么有文化，倒让我刮目相看了呢。小混混怎么就不能有文化了？想让我给你讲讲，倒是也可以，不过嘛，条件是你得做我的女朋友。你考虑考虑，想通了再来找我，我把我肚子里那点东西全掏出来给你。我研究莎士比亚有10几年了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讲给外人听？你别走啊！怎么了？答应？没答应。你好歹也是个文化人，怎么跟个小流氓似的？哎，姑娘，你说这话可不好听了。小流氓怎么就不能有文化了？你别生气啊！你说的对，小流氓是可以有文化的，可是你受过高等教育，不应该言行这么低俗的。怎么就言行低俗？
诗经里有云：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连古人都可以大胆地向自己心爱的女生告白，我怎么就不能向心爱的女生求爱了？莎士比亚也说过：千言蹉跎，来日无多；20隶书，请来吻我。衰草枯杨，青春易过。我正是青春的大好年华，当然能要选择和自己喜欢的女生在一起了。要不要做我的女朋友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现在我要回去继续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去了。好啦好啦，我做你女朋友就是了，不过你可不能耍我。这就对了嘛，做了我这个文化人的女朋友，咱俩可以多在一起讨论些莎士比亚、大仲马什么的。我还没谈过恋爱呢，也不知谈恋爱是什么滋味。不过你不是喜欢你们班的夏雪吗？还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向她表白，怎么转头又来喜欢我啦？我总觉得有些不靠谱。我是个多情的浪子，我希望有一个温暖的港湾。从上次的事件中，你应该能看得出来，我是个充满火热的人。准备好我对你的爱了吗？你真棒，总是能把莎士比亚的话运用得恰到好处。由此可见，你确实有很深的造诣。那是当然了，他的句子非常优美。明天早晨我来接你吃饭，在女生宿舍楼下。那我等你哦。我终于也有自己的男朋友了吗？他的才华真的好好，而且他的身上有哥哥的感觉。人太多，我不好意思。哎呀，这是在学校，你不要这样了。我今天看谁敢笑。浩哥，搞定了，速度够快的。那是，这次我是找到真爱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跟你分享个喜事。啥喜事儿？明天我就能做苏小白1天的女朋友了。是吗？那恭喜你了。王浩，你是不是挺难过的？我难过啥？我又不是没有女朋友。你见过桃子吗？也是大美女一个。可是我看到你和桃子在一起，觉得心里好难过啊。夏雪，和我在一起吧。王浩，我不知道，我心里乱得很。我看到你和桃子在一起，确实心里非常难过，但或许只是觉得你这个人太善变了。前几天还爱我爱得死去活来，现在就去和别人好了，让我觉得男人特别可怕，根本就没有一个可靠的。真是有意思。苏小白1天换一个女朋友就行，同时拥有那么多女朋友就行。我在你这得不到温暖，重新去喜欢一个人就不行。你这双重标准搞得太严重了吧？我是没有苏小白长得帅，也没有他那么风度翩翩，没有他那么迷人的笑容。但是你这样区别对待太过分了吧？夏雪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这件事上让我觉得你不可理喻。我好不容易心动一次，你却让我输得这么彻底。走吧，桃子，我们去溜达溜达吧。天天坐着都四肢退化了。好呀好呀。咦，拉拉，你手怎么了？你不是我女朋友吗？对不起，心情不是很好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可以跟我说说，或许我可以。咦，那不是前些天被你在教学楼前表白的夏雪吗？没错。小白哥，哟，这是新嫂子呗？对，这是你新嫂子。介绍下，这是我女朋友桃子。那小白哥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别急着走呀，她叫桃子，以前怎么不认识你呢？你是哪个班上的？可以交个朋友吗？小白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桃子可是我女朋友。咋了，王浩？莫非担心桃子喜欢上我呀？你放心，我只是想和她做个朋友。你知道我是爱管闲事的苏小白，认识的人自然越多越好的。呵呵，小白哥，我女朋友很低调，不认识什么人的，以后不找你帮忙，也帮不上你什么忙，就放过她吧。哎，我说王浩，桃子又不是你的私人财产，她总有交朋友的权利吧？你好，桃子，我叫苏小白，我们能交个朋友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太喜欢交什么朋友。王浩，我们走吧，我们去那边聊聊。好，小白哥，我们走了。嘿嘿，心情好多了吧？大概你是第一个拒绝苏小白的人。
那样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的男生，我才不会多看一眼呢。王浩，怎么了，夏雨？王浩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爱的是你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王浩，回来吧，我爱你。我当然知道，那不是我的月亮，但有一刻，月光确实照在了我的身上。可生活不是电影，我也少了点运气。我偷偷碰了你一下，却不料你如蒲公英般散开，随后到处都是你的模样。这个世界上有种人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们根本不会记在心里，反而觉得你肯定好欺负。只有对他们坏，对他们狠狠的坏，他们才对你毕恭毕敬，奉若神明。不哭了，乖。王浩，你说的对，我根本不爱苏小白，只是享受和她在一起时被其他女孩子羡慕的感觉。王浩，我看到你和桃子手拉手走在一起，心里难受的像是千刀万剐一样。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爱上你的，你能回来真好，别走了好吗？我再也不这样了。好，我不会走，永远都不走。我们两个抱在一起，仿佛连时间都凝结了一般。我突然想起桃子，回头一看，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。我心里愧疚的很，想着随后再去找她解释吧。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孩，一定可以理解我的难过。那苏小白呢？你不做他的女朋友了吗？不做了，他女朋友那么多，少我一个又不少的。我要找一个真正爱我的，在一起相守一生。我很开心听到夏雪这样说，心里别提有多兴奋了。这计划确实成功了，想来今天我也够牛逼的，让苏小白吃了2回饼。我琢磨着苏小白这会儿该恨我了。雨城非让我和他把关系搞好一些，还说以后少不了找他帮忙。现在看来我和苏小白之间算是完了，不过爱谁谁吧，我就要离开成高了。我和夏雪待了一会儿，开开心心的拉着手就回去了。夏雪在这上面要热情得多，不会像桃子那样老是羞答答的，真是奇怪。我怎么又想着桃子？赶紧把桃子抛到脑后。回到班上的时候，同学们都傻了眼，他们可都是看着我拉着桃子走的，结果现在看到我拉着夏雪回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和夏雪在一起了。班上同学虽然一脸懵逼，但是都纷纷欢呼起来。还有人让我去买喜糖，我又去外面小卖铺买了喜糖回来分发，当然没有给李杰、邹阳他们。李杰等人的处境还好，他们本来就是个小圈子，所以不存在什么问题。可是邹阳就惨了一些，我发现李杰他们和邹阳也不玩了。邹阳去哪里都是孤零零的，没事就坐在最后一排睡觉，因为他是班长，在班上有时候免不了要登台讲话，但是同学们也很少拿他当回事的，该乱的乱，该说话的说话。刘子红跟我要了好几块喜糖，说是我跟夏雪能够好上，绝对离不开她的支持和帮助。我大笑着，心想还真是这么回事。他没少给夏雪让位子，便多给了她几块喜糖。刘子红一脸得意，我得好好收着，这可是浩哥给我的，还不赶紧让位子？刘子红答应着，便和夏雪换了座位。我跟夏雪刚刚好上，新鲜劲还热乎着呢，紧紧拉着手不肯松开。桃子怎么办呀？那个女孩好像不错的，你得好好安抚她。放心吧，我只是找她来故意气你的，随后我去找她解释清楚就好了。你下了课就去，桃子估计很伤心的，看得出来她也蛮喜欢你的。我在转学之前最想做的事就是和你表白，所以才会有那天在教学楼下面的疯狂一幕。不用转学吧，我找苏小白帮你和麦子说一说，咱们给红丽赔点医药费就行了，没那么难的，不用担心你的事，我这里有。没那么简单的，否则雨城飞也不会那么为难。即便暂时用你搞定这事，我在成高也混不下去了。麦子他们非得整天找我的麻烦不可。雨城飞希望我能过去职院和他们在一起。夏雪听完后沉默了很久很久，然后把头扭到一边。我知道她是难过，刚和我在一起，结果要分隔两校了。虽然职院和成高就隔着一堵墙，但也终归是不在一个学校。其实也没关系了，我保证每天都来找你玩。夏雪还是不理我，我不知如何又想起桃子来，琢磨着怎么和她道歉。后来就想到一个好主意，把我对莎士比亚的了解全部写下，当做礼物送给她，想必她一定会高兴的。你在写什么呢？给桃子写莎士比亚作品的笔记，她挺需要这些东西的。我都这么难过了，你还想着桃子呢？我连忙给她解释，谁知夏雪一甩屁股就走了，又把刘子红给换了回来。我哭笑不得，知道夏雪这个女孩子是比较任性的，喜欢一个人自然也能包容她的缺点，不过还是想着随后再哄她吧，便低下头继续给桃子写莎士比亚的作品分析。
课余时间，我到班主任那里拿了一份转学申请表，班主任很是诧异，我懒得跟他解释那么多，便跟他说这是我家里的意见。班主任没办法，只好给了我一份申请表叫我填，上面还有家长问询意见一栏。我琢磨着，这得找雨成飞帮我办，又跑到职院去找雨成飞。雨成飞到网吧找老张给我签了一堆意见，还自作主张的在意见栏后面留下了手机号。老张一脸得意洋洋，怕你们班主任不相信，给他留个电话让他打。我拿着转学申请表回到学校，一坐下来又继续写莎士比亚的作品分析，几乎是写了整整一天。大概是看到我写完了，夏雪这才走了过来，语气酸酸的说：哟，怎么着，写完了？写完了。你不是让我安抚桃子吗？这个东西就是去安抚她的。你放心，过了今晚，咱们就能好好在一起厮守了。夏雪虽然任性，但其实也是个懂事的姑娘，点了点头。你去吧，我就在教室里等你。别等我了，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家去吧。不嘛，我有男朋友了，为什么还要一个人回家？你得送我回去。我一想，这个没问题，还能和夏雪多处一会儿。好，你等着我。刚到桃子他们班上，正看着桃子迎面走出来，我连忙拦着她的去路，我一脸不好意思。桃子一看是我，立马避开，要从我身边绕过去，我又挡住她的去路。桃子，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吧。桃子不听，使劲推了我一把，不过她力气够小的，根本没推动我。我站在门口不让她出去，桃子见状便返了回去，回到自己位子上坐下。我一看有戏，起码能坐下来解释了。王浩，你是个混蛋。我完全没想到平时羞答答的桃子能突然这么狠，被他这一耳光打得有点懵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桃子，你打吧，如果这样能让你解气的话。桃子没有再打，眼泪却流了下来。我看着心疼的不行，把那笔记本放在桌上。桃子，这是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写的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分析，我在这儿给你道歉了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利用了你，我想借你来气夏雪的，没想到。王浩，你滚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桃子的泪水哗啦啦的流下来，跟山上流下来的泉水似的止不住。桃子，对不起，我只能这样了，真的对不起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了，感觉自己心挺狠的，也挺疼的。我不是不喜欢桃子，可是夏雪才是我最爱的女孩。我不是苏小白，不愿同时拥有那么多女朋友，我也玩不转那么多女朋友，只能一心一意的对一个人好。桃子打你了，我这才感觉到脸上还火辣辣的，估计上面有鲜红的掌印。美呀，桃子怎么能这样呢？我得找她说说理去。哎，别了，我的姑奶奶，咱们赶紧回家吧，这都不早了，别再惹是生非了。我好不容易才把这事搞定的，乖，咱们回家去。夏雪快乐的像一只小蝴蝶，我也很开心，但心里还在想着桃子的眼泪，也不知道那个姑娘现在怎么样了，大概心里非常记恨我们。好了，你快回去吧。就这么走了呀？那还要怎么样呢？哼，木头。夏雪说了一句，但仍然没有要上楼的意思，仍旧笑着看我。我突然明白过来，将手放在她头发上，轻轻吻了过去。好了，快上去吧。那就明天见喽。这个世界上有种人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们根本不会记在心里，反而觉得你肯定好欺负。只有对他们坏，对他们狠狠的坏，他们才对你毕恭毕敬，奉若神明。桃子，你怎么在这呢？桃子没有说话，我看得心疼，就伸出手来想要抱抱她。王浩，你有女朋友了，你不能抱我。大半夜的不回宿舍，在这干嘛呢？我想回宿舍的，可是我一出来，正好看到你送夏雪回家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这么跟过来了。跟到一半才觉得不对，你们俩在谈恋爱呢。我跟着像是怎么回事，于是我就停下了。我听了心中一阵感动，桃子不比夏雪差，各方面都不比夏雪差。可是爱情这东西就是奇怪，倘若是我先遇到的桃子，可能结果就完全不一样。但是夏雪已经完完全全的印在我脑海里，在我被全班人排挤的时候，唯有夏雪站了出来，甚至想帮我出头，帮我反击。王浩，你的脸还疼不疼？你要还想打的话，那就再打一下吧。桃子低下了头，看来是不会再打了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我看了一些笔记本上的内容，王浩，你写的真挺好的，研究莎士比亚挺透彻的。也谈不上什么透彻不透彻的，就是谈谈自己的想法呗。我初中3年最喜欢看的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，说起这些来自然轻车熟路。桃子听得很是入迷，不时问着我问题，我们俩聊得挺愉快，感觉又回到之前了。王浩，你和夏雪在一起了，就好好对她，别再三心二意的了，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了。谁知道我话音刚落，桃子的泪水就又涌出来了。你怎么了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一想到你不是我的男朋友了，就觉得我的心都要碎了。我第一次碰到让我心动的男生，好不容易按着你说的大胆爱一次，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呀？搞砸了，
都被我搞砸了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我想起上次跟桃子说的话，千言蹉跎，来日无多，20例书，请来吻我。桃子拥有如此浓烈而醇厚的爱，是能担得上莎士比亚这句话。我的心中满是愧疚，感觉自己简直就是个渣男，却也不知该怎么办。还算你有点良心，送了这样一份礼物给我。我本来都打算一辈子都不理你，王浩，我恨你，你太弱跳进这个坑，现在却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。我低着头，仍是没有说话，妥妥一个渣男实锤了。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小子又不能脚踏两只船。好啦，快熄灯了，你也赶紧回去吧，以后别来找我了。桃子摆了摆手，这才转身而去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有着一份怅然若失的感觉。我把写好的转学申请表交给班主任，班主任看了表上的家长意见，还真的按着老张留下的电话打了过去。咦，何老师，啥时候换手机了？是这个月工资刚下来就买了。那旧的呢？旧的撇了。牛逼！喂，你好，是王浩爸爸吗？王浩爸爸，成高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来的，这里可是拥有一流的师资力量。哎，那好吧，你爹简直就是极品，好好的重点高中不去上，非要去念职院的中专，还说什么让你去新东方当什么厨子，真是让我小刀拉屁股开了眼。葛老师，我什么时候退学？你还着急上啊？这手续可不是1天2天能办完的，转学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，还需要学校领导签字同意呢。怎么会这么麻烦？对，还需要你家长亲自过来一下，我还要和他们当面谈一谈。我心中苦笑，看来老张又得跑一趟了。不过这个时间我等不了了，再有3天，传说中的麦子就要出来了。3天之内，手续要是还没办全，我就得提前离开了。夏雪还在等着我，现在她是我在成高唯一的留恋。哦，不对，还有一个人，只是我们再也不会见面。第3天，这天晚上，我拉着寝室几个人出去吃饭。这是我来到成高第一次喝酒，我们都喝得醉醺醺的，他们也舍不得我走，一个个都哭得稀里哗啦。浩哥，不瞒你说，其实我也老被欺负的。自从和你一起混后，也没人敢欺负我了。浩哥，你要是不走多好，你走了以后，我怕我们要被欺负了。浩哥，其实除了你，咱班上没人能看得起我，他们总说我是你的一条狗。今天我要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都知道，当狗有什么不好。王浩，谁叫我？你们快跑，帮我去职院叫雨成飞。你是谁？嘿嘿嘿嘿，我是麦子。这个世界上有种人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们根本不会记在心里，反而觉得你肯定好欺负。只有对他们坏，对他们狠狠的坏，他们才对你毕恭毕敬，奉若神明。刘子红他们哭爹喊娘，但瞬间都被麦子的人制服了，一并抓到了小树林里来。逐渐适应了小树林的光线后，我终于看清了麦子的长相，丑陋的令人心惊，长得像驴又像马，配合着他的气势更觉得凶神恶煞。雨成飞是和他一个级别的老大，但是雨成飞看上去就亲和多了。麦子身边跟着4、5人，其中一人正是红丽。红丽的头上仍缠着绷带，看来那天确实受伤不轻。红丽，你确定这个就是王浩吧？我确定，就他那副怂样，不会有错的。怂你个早爸！敢不敢和爷单挑？爷今天不把你打出排泄物来，就不姓王。早爸的说什么？上你个早爸的！呵，来呀，和爷单挑呀！来呀来呀！隐隐约约的，我看到红丽鼻子似乎流番茄酱了，一阵兴奋之下，也忘了自己的危险处境，和红丽便扭打在了一起。红丽的力气毕竟要比我大很多，不一会儿就把我压在身下。小兔崽子还和爷单挑！红丽，够了！红丽这才骂骂咧咧的放开了我，我被揍得晕头转向，但刚才也趁乱打了她好几下。我看到她脸上沾着不少血迹，原来红丽也不是那么坚不可摧。还记得她第一次在教室打我的时候，我根本连还手的勇气都没有。可是今天我不仅还了手，而且还让她流了番茄酱，我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。你笑个坤吧呀！对，我就是在笑坤巴。早八的，你是真好打你！你给我住手！还不够丢人的吗？红丽又悻悻地退了回去，吭哧吭哧地喘着气。我看这小子也没你说的那么怂嘛。谁知道他今天晚上发什么疯？估计是喝了几口马尿，壮了胆子吧，连我也敢打了。小子，听说你最近准备转学，嘿嘿，想法是不错的。离开成高确实是你最佳的选择，但是不好意思，
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今天提前出来了。我对拘留所的事情也不太懂，也搞不清麦子是怎么出来的。但现在想这些没有意义，我把脸扭向一边，一句话也不想说。说实在的，我不想对你动手，太丢我的人了。我还是不说话。今天晚上算是栽了，只能这么认命。可是刘子红他们是无辜的，不能把他们拖下水啊！宇成飞这个混蛋，竟然为了你不惜挑衅我。不过是个才混了1年，靠着运气才走到今天的外地生，也敢来挑衅我。麦子，能让我这几个朋友先走吗？哎呀呀，随地吐痰可不是个好习惯呢。就凭你也有资格叫我麦子？那我叫你什么？不如叫你面粉。麦子被磨碎了，以后就会变成面粉了。好，还挺有种的。不愧是宇成飞的兄弟，已经让我刮目相看了。我已经派人去通知宇成飞了，希望你能坚持到他来。麦子哥，麦子哥，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怎么不通知兄弟一声呢？好让我也去接您老的大驾呀！嘿嘿嘿嘿嘿，告诉你，你有那个资格吗？麦子哥，说这话可就生分了呀！您一直都是我心中的大哥呀！嘿嘿嘿，把我当做大哥，就帮着宇成飞他们对付我的人呐！麦子的手上的力气越来越大，我突然觉得叶展这种小混混也挺可悲的。虽然在外面高一年级也是有名有姓的小头目，但在麦子这种人面前简直一点地位也没有，呼之即来挥之即去，当犬一样使唤。那哪能呀？我好歹也是成高的人，哪能帮着外人是不是？我一开始只以为是王浩和邹阳两人的私人恩怨，我就想着帮着处理一下呗。谁知道半路又杀出个力哥来，说邹阳是他弟弟。你瞧这事儿弄的，麦子哥，这事都怪我没处理好。说真的，犯不着为了王浩这种小角色大动肝火，更犯不着为了这点事和宇成飞他们伤了和气啊！两边人如果真的开打，后果可不堪设想啊！我知道叶展是为了我过来的，所以对他说我是小角色这件事也不在意。何况我本来就是小角色嘛。嘿嘿嘿嘿嘿，哎嘿嘿嘿，你小子一贯油嘴滑舌的，表面上好像是为了我好，其实每一句都是在劝我收手。那我问你，宇成飞为什么没有想着不要和我伤了和气？怎么还把我兄弟打成这样？这个，麦子哥，耗子其实人不错的，放过他这次吧。嘿嘿，你可算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了。我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，喜欢做宇成飞的拳，那你就去做吧。以后在城南高中，你和王浩的待遇一样，见一次打一次。我的心里一阵抽搐，倒不是因为自己要挨打了，就是为叶展的遭遇感到难过。他明明不用这样的，他完全可以明哲保身，根本不用出来趟这趟浑水。混蛋啊，我值得让你付出这么多吗？叶展，你先走，这件事不用你管，宇成飞会来救我的。耗子，你能不跟我说这么生分的话吗？我一开始就答应亮哥了，要帮你解决这件事情，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。这件事没有真正解决之前，我是一定不会抽身而退的。对了，你不提醒我还忘了，宇成飞应该一会儿就来了。红丽，你领着人到小树林门口看看去，看到宇成飞来了，就直接带到这来。知道，麦子哥。对了，告诉你，我托人去转告宇成飞了，今天晚上他必须一个人过来，否则他的好兄弟王浩就会被我废在这里。